现在时间是9月7号的接近下午1点钟的一个时间。那我们现在收看的是运博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的现场啊，这场比赛是举办在台北青年公园室外的游泳池来去进行。那今天早上的比赛已经进行完这个蛙式的这个100公尺的项目那待会我们下午会进行100公尺50公尺的这个自由式的一个比赛。那我是今天主播林世廷，在我身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立山国小的老师邱一婷邱教练，教练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好，那待会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自由式的比赛了那其实蛙式跟自由式在整个比赛的这个选手的一些体能还有他们的一些我们讲这种所需要的一些肌耐力其实不太一样的，那动作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那待会我们就可以先来看看现在要上场的是8岁以下的这个组别，也是我们今年分龄赛年龄最小的一个组别。喂，怎么有小朋友先下去了？他是水下出发，对，他是水下出发，可能他目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不太会就是跳水出发的部分。那我们会考量就是安全起见呢，那我们就会让小朋友先从水下出发。其实8岁以下的年纪，真的对小朋友来讲，他可能游泳的这个资历还不是说很多了那在技术上面可能也没有办法达到很高的一个水准。以8岁来说，大概就是我们小学1年级左右的一个年纪。那其实学游泳现在目前在台湾越来越多小朋友从幼儿园就已经开始在学习游泳，甚至有的像是 baby 的游泳学校啦等等的。那其实8岁这个年纪开始来参加比赛，其实对我们游泳运动发展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大方向。那也希望说就是有更多热爱游泳的小朋友或是家长愿意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跟比赛。像自由式其实算是最多人接触的一种泳式了对。这个姿势其实看起来，如果说以其他的这个式式来去做比较的话，这个姿势会不会对小朋友来讲算是比较简单易熟？基本上来说，我们在游泳的教学过程当中，我们第一个就是接触的就是所谓自由式的部分。那其实自由式是一个比赛项目的一个统称。那我们统称现在这个是，就是说比赛的过程当中，它是可以任何姿势在这个项目里面。那这个游的泳姿我们叫做蝶式，对，就蝶式的部分。那蝶式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从小学不管是教育部颁定的5级的一些分级制或者是游泳教学，都是我们小朋友一开始在学泳的时候最先接触的。对，所以自由式的项目通常都会是最多人报名的，无论是50公尺、100公尺，都是会是很多小朋友刚初学或者刚参与比赛的第一个项目。而且速度可以说是其他的各种姿势当中最快的。是没错。那我们刚刚画面上看到第2水道的谢炳恩已经率先的抵达终点谢炳恩他游出了1分24秒的一个成绩，哇，这个我们只能讲这个100公尺了那自由式的比赛当中，在8岁以下的这个年纪，1分24秒其实已经很厉害了蛮有水准的对，这个小朋友很有水准，已经非常厉害了。那现在来看到是第2组100公尺自由式第2组的选手。好，现在已经是出发。在这个组别有8位选手，等于说8个水道全部都有选手。看到真的跟早上的蛙式去做比较，蛙式的整体的速度可能就是真的是会稍微慢一点。那蝶式的游起来这种感觉就速度快得非常多。蛙式相对来讲在游的过程当中阻力是比较大的，那也是刚好是这个4个姿势里面，速度是比较慢的。但近年来呢，蛙式的成绩有一直不断的往前的在前进。那台湾目前以台北市来说，蛙式的部分，从台北市立大学有一位正2的选手如果印象中，他今年在大专杯的时候就已经转到蛙式这个项目，而且游出一个蛮好的成绩1分03还是04也是蛮有水准的。那正2选手是我们台北市立大学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选手，以往他都是以混合式或者是一些200、400混或者自由式部分为主。那今年大专杯他就游了一个100公尺蛙式的部分。
而且接力的部分也是由他下去做这个蛙式的部分，成绩相当的不错。对于我们的发展来讲，台北市会越来越有一个接力上的一个优势。好，哇，这边第一位选手已经抵达终点，看起来也大概是1分20几秒的一个成绩了哈。1分28，相当好。哇，这个速度也是很快。我们要知道说，这是8岁以下的组别。如果说是在蛙式的话，其实8岁以下，今天早上印象当中100公尺大概会游到2分钟左右啊。对，差不多，差不多。以蛙式来说的话，100公尺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成绩，2分多到1分50，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范围值。那如果再比1分50再进去一点的话，比方说到1分40、1分45，哦，那8岁来说就相当有水准，厉害，对，非常厉害。好，所以在这个组别我们看到1分28秒。跟上一组别来讲，上一组别是有这个1分24啦，所以上一组这边应该是比较快一点，对，比较快。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9到10岁，啊，这个可以说是中年级组了啊，国小的这个中年级组。对，大概3年级或者是2、3年级左右啊，如果10岁可能还会跨到4年级组。这组别我们看到总共是有6组哈，9到10岁总共有6组报名参赛的选手非常的多。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自由式啊，通常都是小朋友开始学、开始参加比赛，所以以往来讲，自由式的部分项目都是特别多人的。速度也最快。对，也是最快的。4个姿势里面，自由式是最快的。好，现在我们看到第5水道的选手率先抵达折返点。第5水道是邵千瑞。其实100公尺的话，小朋友好另外学一个翻身的蹬墙啊。对，转身，滚转的蹬墙出去。那这个动作其实是必须要特别去做练习的啊，因为平常游泳的话，其实就是摸到墙就抵达终点50公尺啊，但是100公尺你必须要做一次翻身啊，做一次转身。对，100公尺以上的项目啊，转身来讲，其实是一个蛮考验选手技术性的一个动作。那目前就是我们的游泳，我们有规定，就是15公尺出发，有15公尺的潜水的一个潜泳。那转身完之后也会有一个15公尺的潜泳，所以相对的在出发跟转身端这2个会是小学基础上来讲，各个教练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技术性的东西，在这方面要特别的留意。好，第5水道的邵千瑞率先抵达终点，第4水道林世轩其实也蛮接近的了哈，所以前面50公尺是第5水道这边邵千瑞是遥遥领先啊，但是后面感觉这体力上面，是比较还要再有回程，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对，所以这个部分也不是说完全是冲刺。100公尺的话，你后50公尺在登墙之后，后50公尺的那个这个耐力的发挥也蛮重要的。那待会我们还会看到50公尺的比赛啊。那如果说是50公尺的话，就单纯就是爆发力了。是，就是比看谁的速度是更快的。好，现在第1组现在最后一位选手也即将进入到终点。那马上要进入到第2组的比赛。第2组开始，每一组都是8位选手。那其实看到他们的报名成绩啊，今天早上看到他们报名成绩，通常都是比这个报的比较保守一点啊。他们这个游完泳了，这个比完赛的成绩通常都会更好一点。这个有时候报这个秒数啊，因为有一些各个大大小小的赛事，我们通常就是在排序的过程当中，水道的排序，我们是以秒数去做安排。那有的教练会习惯帮选手秒数报快一点。那有的会习惯把选手秒数稍微报慢一点，那有时候还要考量选手的本身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特质，比方说他的选手是不是比较容易紧张啦？那如果在比较强的组别，是不是感觉相对的会比较有压力？那我的选手可能就是那种，我什么都不怕的我就是拱大啦，南宫大一个都拱大，我就是去跟那些高级的选手、很厉害的选手，我就跟他抱在一起，去刺激自己的成绩。对。
那这个也考验着教练的经验跟安排。那选手在面对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选手调试得很好，他在相对的在比赛当中，他就可以因为比较强大的竞争力、比较强大的刺激，让自己的成绩会能够往上升上去。那有的选手反而不适合这样的方式，他反而会因为这样子更退缩。那就要看教练跟选手之间的一些默契啦、相处啦、一些配合。所以要当一位选手，要当一位教练，其实真的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很多的功夫啊。对。1分23秒，不错不错，这个成绩非常好，厉害哦。所以就是真的是要去了解选手的一些个性哈，特质，选手特质。好，陆陆续续我们看到其他的选手也抵达终点。哇，那前面等于说在这个组别差距还蛮大的。1分23秒，现在目前应该是领先哦。还有后面还有3组跟4组吧，应该我们总共是6组嘛。快的选手可以游到1分20几秒了啊，那后面的选手大概就是游到接近2分钟左右。对。那毕竟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它是也没有说去限制选手报名的一个资格，没有所以大家都可以参加啊。如果说你是选手可以参加，但是你如果说平常利用这个下课下班的时间练习，也可以来报名。目前除了中华民国游泳协会承办的一些比赛以外，那台北市目前有几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比赛，比方说是台北市的中正杯，在9月21号、22号今年度的，那也会有一个在5月份的一个台北市的青年杯。那再来就是教育局办的学制内的一个东南西北的分区的比赛，那还有一个国小运动会。这个大部分是台北市为主的比赛。那像运博今年办在这个青年公园这边，从去年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好几届已经在这样子在推广运动，让更多热爱游泳运动的小朋友，没有一个门槛的限制，都能够来参与。我觉得这个对游泳运动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好的。好，下一个组别。这个组别是9到10岁100公尺自由式的第3组。比赛组别到后面呢，其实这个秒数看起来应该是会越来越快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不管是选手的一些动作上面看起来这组别就比前面的组别的选手还要再更扎实、更成熟一点。前面的小朋友现在在游的状况，大部分都会采取一些单边的换气。那通常其实100公尺，我们会比较不建议，就是说你都是使用单边的换气，因为毕竟它的距离并不是来这么的长。那这几年，因为在游泳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基层的一些基础的，可能不是培训队的，或者是少泳队的教练，就是坊间的，我们只是单纯教游泳的，那可能都只会先把右边的换气都先教会了，可是左边的换气倒教的比较少一点。这几年，像我经手的，比方说来暑期游泳的学生，然后在学游泳过程当中，我教练我会换气，可是我都只会换右边，我不会换左边。那我说你将来如果有想要担任选手的话，那可能都是2边都要会换气，对，因为这样才会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是单边换气的情况下，会导致说身体的动作出现倾斜吗？如果他在小学的基础的过程当中，他的身体素质，比方说肌肉的控制，比方说核心的肌群，身体的控制啦，或者是在一些 balance 上面，他不是做的这么稳定的时候，相对的对于基础的小学生来说，他是比较不好的，对，会比较不好的。可是如果像一些比较高阶的选手，其实他们都会使用单边换气，来维持他们的一些呼吸的稳定性，这样子。好，现在第3组结束了之后，第4组已经出发了。看到100公尺啊，毕竟这种蝶式100公尺，其实整体的速度感，还有下水之后这种小朋友的拼劲都非常的好。你像现在这个第2水道的小朋友，他的换气次数就比较少，相对他的那个水阻就会比较少一点。
但这个就是关系到选手的一个体能跟心肺能力。对对对，平常的训练啊，还有就是课程的一些安排，然后再加上就是小学生他们自己每天的练习的一些固定，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有学科上的压力。那有些队伍的小朋友其实除了游泳以外，他们其实学科能力也很强，甚至我有遇过就是我是游泳队的，我还兼着去跑田径队的比赛，然后学校又去参加学艺竞赛。然后又去参加英语演讲比赛，每个都有。对对对对，现在的孩子，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他可以在各个方面都可以有出色的表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现在的学制就是多元化入学嘛。那小朋友在各个方面如果说都有他的涉猎，其实对他将来在自我探索方面的成长是相对有利的。不过教练也提到这个所谓的田径队啊，那我自己是有听过一个传闻，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从小田径跑步就很厉害，你的下肢的肌肉肌群是比较发达的情况，刚开始接触到游泳运动，你会面临到的挫折跟这个我们讲，你的阻力可能会稍微大一点，这个是真的有他的说法。以我们小学来讲就好了，不是说他已经练过田径一段时间。那如果只是初步的开学，他只是在小学可能培训的田径1-2年或者2-3年，其实我觉得在小学阶段并不会这么的明显。因为其实田径运动你跑得快的，其实在水里面其实相对的你的打水是有力的，那你的肌肉量会比人家强大。那你再转换到水里面的时候，只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转换的使用的过程。当你能够负担到游泳这个动作的时候，相对的很多跑得快的选手。其实，在水里面也游得很好哦，因为他的心肺耐力是很好。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没有错的。对，那所以我们在小学选材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单单看他是不是只会游泳而已，我们还会有一些路上的体能测验啊，比方说100公尺的跑步，800公尺的耐力跑，那还有一些立定跳、折返跑，去看看孩子们他们的基本的一些体能的条件跟素质，来当做是一个小学泳队的一个遴选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数值。那刚开始在做这些游泳教学的时候，都是从蝶式开始去教嘛？对，大部分都是蝶式为主开始。我也有遇过，就是有从蛙式先教，蛙式先学蛙式，对对对，也有先从蛙式的，但是这个是但毕竟比较特殊啦。对，通常我们如果说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希望孩子将来也许有一天，因为我们总不会给孩子预设立场嘛，那搞不好哪一天他要当选手了，那我们通常还是以蝶式为主。那蝶式完了就是仰式，仰式完了有的会先教蝶式，有的会先教蛙式，就看教练的安排。哇，1分23看到这个应该没有，这应该是1分20秒以内喽。第一名的江恩宇，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他的成绩是没有秀出来，不过感觉是有机会1分20秒以内哈。好，现在我们看到是第5组。现在等于说是越来越快了，对，越来越快了。看这些小选手的动作，做的是越来越标准。前面可能都还有看到脚底板沉在水下的，但是现在已经是每一位选手其实都动作做得还蛮不错的。其实我们在小学的训练端或者是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以动作技术的部分为居多啦，希望他们能够把动作做稳定、做好。那通常因为我们在训练久了，通常会觉得说教练会有限制一个门槛，比方说我这100公尺我就要几秒游到。那久了他忽略他的动作的时候，他的动作完整性不是做得这么好的时候，反而速度就慢了。像现在我们现在看到领先的这位动作就非常非常的好，他的每一下的滑手、节奏、推水非常的稳定，对，所以他的拉距越拉越大，非常的有效率了，非常的稳定，这个动作非常稳定。所以就不要说为了赢很用力去拼，结果动作跑掉的情况下，反而增加你的水准。对，通常我都会跟学生讲说，我们要游得快，不是因为我们把动作做快了，而是我们把动作做好了、做稳了。哇，1分11秒，这个成绩不错哦，这个9到10岁游到1分11秒了哦。还有一组，可以期待一下下一组。哇，1分11秒已经是。没有咯，结束咯。那他应该是这一次的他应该是最后的第6组了，所以等于说在这个组别9到10岁，对，9到10岁是最快的了，1分11秒，1分11秒这很快的，这真的是很快的成绩。
那接下来看到是11、12岁组别，所以刚刚这边第4水道的游的最快是林宇泉是大同国小的大同国小林宇泉选手。那画面上目前看到11到12岁组别100公尺的自由式，轮到5、6年级了，5年级、6年级高年级组，高年级组。其实今天早上我们有聊到一些这个选手的一些泳镜啊、蛙镜啊，还有这个身上穿的这些装备的一些问题啊、泳具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今天早上有看到小朋友的蛙镜掉下来了，在这个后50公尺的时候，就看他很辛苦，一直去调整，但是也很难去调整，因为你调整之后，你速度就慢下来。比赛的装备其实泳帽、蛙镜这几年的变化，但跟我们小时候在当选手的时候那个差距非常非常大。那目前如果你来参加比赛，通常都会建议是使用竞赛型的泳镜，会比较适合来参加比赛。那还有就是在戴泳镜的过程当中，现在很多选手是流行我戴2顶泳帽，我1顶先戴，然后戴蛙镜，外面再戴1顶泳帽，就是避免那个蛙镜会有翻起来的情形发生。因为毕竟入水的那个瞬间啊，还有你的这种翻身蹬墙，其实对于蛙镜来讲都有这种脱落的风险。对，那个冲力比较大，所以角度要跳好，会比较稳定。但是因为初学啦，小朋友在这个方面他是需要时间去磨练的，再多给他们一点时间的训练，其实很快就稳定了。好，这组别我们看到是第7道的张于恒率先进入到终点，游出了1分21秒45的成绩。这是11、12岁组别国小高年级组的第一组。那现在第2组准备要下水。有些小朋友他可能还不太适应，或者说还没有练过这种高台跳水的一些动作。有些甚至是他就直接是水下出发。通常我们台北市的游泳池，因为学校里面的教学池都会有深度的问题，那其实要练跳水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辛苦的。那有的比较有专业性的队伍，他们就会有设置跳水台，让选手在平常的训练当中就可以练习。那有一些只是单纯的教学的，比方说用社团啊，或者是坊间的一些俱乐部的一些游泳池，它还是会有考量到水深的问题，所以跳水台的高跟低就变成说选手要来临场再做一些应变，以及在暖身的时候，我们早上开放暖身的时候，要多做一些练习，来帮助自己去适应一下比赛一个状况。现在看到，其实这一组小朋友实力还蛮接近的，手滑的稳的就会快，手滑的稳的。蝶式其实最主要还是靠上肢，就是手部的这种推水的这个力量，所以要很强调动作的完整性。好，感觉第1名，这是第3水道的刘宇辰啊，大概1分22秒，也还不错。好，现在等待最后一位选手要进入到终点。其实比赛就是这样子啊。虽然说这场比赛可能没有办法拿到很好的成绩，但是还是必须要去完成。但其实最后一位选手要进入到终点，那个压力是蛮大的啊。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是会有点紧张啊。一开始就是这样，我记得我第1场比赛，我也是最后一个回来啊。但是慢慢的，你透过训练，不断的累积自己的实力，那慢慢的去多参与比赛，
那你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嗯，只要有愿意参与，其实我觉得这都已经要给小朋友很大的一个鼓励了。嗯，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第3组100公尺自由式第3组，11、12岁的这个年龄层。选手已经出发，目前看到领先的还是第4水道的郑庭阳。我们看到11、12岁的选手跟9岁、10岁的选手，在力量上比起来，就差距是很明显的。在滑手啦，在打水的一些水花啦，前进的一个距离，甚至速度慢慢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了。对，动作是越来越好，对，会越来越稳定。现在这个动作其实已经是他相当有力哦，手的力量非常非常有力，标准啊。但有时候就是最后的这30公尺25公尺、30公尺要撑下去，坚持住，坚持住。好，速度很快，哇，1分10秒内哦，看到1分10秒内哦，哇，1分08秒48。哇，1分08秒48，这是第4水道郑庭阳游出来的一个成绩啊！这个成绩在国小的高年级组已经是很厉害了。如果他只有5年级的话，这个成绩，明年还有1年，再熬1年，再练1年，那成绩可能可以期待哦。嗯。好，接下来看到11、12岁组的最后一组。第4组，目前领先是第4水道的林雨婷。林雨婷是来自台北的大同国小的选手。其实今年我们看到蛮多这种大同国小的选手都有很不错的成绩了。这毕竟也是台北市著名的这种泳队。传统学校，对，传统学校，传统的这个游泳强权。对，前面其实我们看到在蛙式组稍早的蛙式组也有蛮多这种大同国小的选手拿到很好的这种名次。哇，这个遥遥领先，看看他可以游出多少的成绩，看看他可以游出几秒前面目前最快的在上一组别的1分08秒48，对，这边是哇，1分05秒82啊！这个未来如果说真的升上国中参加全中运的比赛这个游到1分钟以内，那当然是很有机会的林雨婷吧？对，林雨婷，第4水道林雨婷，来自大同国小，她应该是6年级的选手了。目前应该是升6年级的选手，1分5秒5。那这个其实，在国小组已经是全国很厉害的成绩了。小6来说，以今年3月份台北市国小运动会的成绩，有1分的，有1分的，对，小六。当然，现在是先升国1的状态嘛。那雨婷选手现在目前是6年级的上学期，对，还有6年级的下学期才会有比赛，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对，大概还有接近1年不到1年的时间。那可能也有机会接近这个1分钟的这个秒数对，当然上了国中之后，因为国1、国2、国3，我们的全中运的一个赛事的制度，我们是1、2、3年级一起比嘛，就是所谓现在7年级、8年级跟9年级。那甚至有的已经国中就已经有52秒自由式的实力的选手，也蛮普遍的。对，国中游到52秒，那真的蛮厉害的。南门国中的黄玉腾选手吧，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他吧，52秒自由式吗？总统杯，总统杯应该是黄玉腾还是另外一个有一个姓甘的选手，我有点忘记了。所以南门国中这几年成绩也是非常非常出色。接下来这个是13、14岁组别，就是进入到国中的阶段，小6或者国中的部分的。那刚刚这边是第5水道的林廷恩率先进入到终点那游出1分09秒85的一个成绩，非常好，也是很不错。
大概在国小、国中这个阶段，能够游到1分10秒以内啊，都已经是很厉害了嘛。这运动训练的进步，运动科学的发展，那让更多的一些训练的方式啊，越来越不一样。像我小学刚毕业的时候，我最快才1分08秒。现在看这些孩子，看这些孩子也是哇塞啊！我那时候1分08秒还没有办法拿第1名，我们第1名那个时候是1分04秒。像我小时候国小毕业的话，我只能游20公尺了。我是连完赛都没有办法。运动项目学习的方式不同，所以游泳其实，当然它也可以说是一场竞技的比赛，但是如果说你以休闲的方式去看待它，那也是没有问题哇，非常好，它是全身性的一个活动，对，全身性活动。那早上其实有跟这个教练去聊到，就是说现在的假日啊，或者说下班之后的这个时间，每一个游泳池基本上都是爆满的一个情况。大部分这几年可能因为铁人三项的盛行，那很多愿意去挑战自我的一些民众越来越多了。那对于游泳来讲，因为跑步跟自行车这2个项目，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安排，但是游泳这个项目确实还是有它的一个特殊性在。那会不会有没有懂得技巧的使用，怎么样在水里面发力，这些都会是需要有教练来专业的指导你，会让你在事半功倍啊。那像自由车或者是跑步的部分、铁径的部分，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你可能可以去跟个跑团啊，那或者是像现在就是很多人夏日会骑车，想去往风柜腿的方向去挑战自我啊，这个都还可以有自己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方式。可是游泳因为在水里面，毕竟跟陆上的一个运动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浮力啦、推进力啦、水阻啦，有专业的教练在引导，会让你的铁人三项的项目的秒数会进步更多。因为毕竟有时候自己游会看不出说自己的动作的问题了哈。好，所以现在应该是第3组了哈，是第3组的100公里自由式，等于说是最快一组。这个速度跟力量又跟11、12岁又不一样。对，现在很快的完成了前半段，追上来了。这后半段其实很厉害很接近哦。第6水道的廖佑胜，第5道现在甚至第3水道的选手林书瑞也追上来了。哇，这好像在1分钟以内耶，1分1秒了。看一下，59秒，哇，这个真的是厉害。所以这边刚刚第1名的应该是好像是第6道啊，对，第6道，第6水道的廖佑胜，这是运博的选手啊。13、14岁组，他游出了1分钟以内，这是我们目前看到最快的一个成绩哦，59秒。下一个组别我们看到15到17岁组，所以我们今年在分离赛等于说是国中组的13到14岁这个组别最快的成绩59秒了，已经看到这个1分钟以内的选手了。1分以内。能够游到1分钟以内，对选手来讲是一个算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加持，代表说他其实已经具备有参加这种全国比赛的一个能力。基本上要59秒，其实以小学生来说，是蛮大的一个挑战。那1分的门槛，以小学生来说，真的是很大一个门槛。但是以国中生来说，就是你是如果已经进到国1、国2的选手的话，这可能会是一个你该要有的基本的一个标准。以男子选手来讲的话，那相对来讲，那女子选手当然又比较不一样。对，那男生如果你已经小6已经接近到59了，哇，那你是相当出色的选手了。对，那教练是说这个优秀的选手，对，优秀的选手，顶尖的选手是。但是哇，这个一般人要达到这个成绩，就是真的是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好，那现在看到这应该是第2组。
这应该第3组了啊，这应该是第3组了。身高一个一个越来越高了。不过这组别其实看到有些选手，好像真的比较少接触到这些跳水台啊，所以他们看起来都是比较常在水下去做训练。青田公园现在目前这个游泳的跳水台是水泥的，那是已经有一点久的比较旧式的跳水台。那一般我们现在所谓新式跳水台，它是可以有后脚跟可以前后的调整。那大部分的选手，我们都是以起跑式的出发为居多。那我们以前传统都是双脚的，就是所谓的这直接式的站立的姿势，起跳式的起跳式的方式出去。那因为现在跳水的一个方式演变，那我们现在大部分选手都是有起跑式的方式，甚至我们连到有所谓接力项目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抢跳的一个动作来做练习。那目前我们现在比赛场地是因为游泳池青田公园游泳池是一个历史蛮久的一个游泳池，所以在架设那个新式跳水台方面是有困难的。那这个水泥的这个跳水台就变成说，因为它后面没有做支撑，很多选手可能他在学校练习的方式他是起跑式的，那来到这边可能要做起跑的时候，因为后面的后脚跟没有一个支撑的一个立足点，那跳起来的感觉就会比较不习惯。好，这个组别我们看到最快啊，应该是第6水道的梦溪哈，大概是1分03秒左右的一个成绩。这个秒数也是不错，1分03秒，蛮好的一个成绩。对，好，现在是第4组，15到17岁第4组，力量开始就不一样，踢腿的速度，后面的水花的造成，前面的推水。目前看起来这前面这50公尺，2、3、4、5、6，这几位选手其实都蛮有竞争力的动作都很好。再加速了，手的力量。第4水道跟第5水道，第4水道这边很快。第4水道，陈燕妮。不错，56，哇，56秒出现了，2个56，4位选手游进1分钟，这个其实就已经是在高中的选手，现在这个年纪18、24了，已经大概高3左右，甚至要进入到大学了。这是15到17岁组了。15、17，现在才是18、24，对。那现在就是18到24岁。那刚刚那个就是高中生的组别。好，现在是18到24岁组别，这个还有25到34岁组哈。那等于就是说，不同的年龄层直接并在一起去比啊。不过这个组别我们看到中间这4个水道。这个实力都还非常的接近。经过了这番点之后，第2水道拉上来了。对，第6水道还有第2水道的速度都很快。第5水道现在感觉后继无力哦，被追上来。第2水道现在的耐力还是保持得非常好，而且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他从第3名，现在是有机会来角逐第1的一个成绩。哇，有没有？第3水道真的第1名啊！但是成绩很接近，都是在58秒附近啊，58秒63、58秒79、59秒30。在这个组别有3位选手游进1分钟。第3水道的陈介成，他是18到24岁组别的。接下来我们看到是35到44岁组，这组别只有1组。所以这个游泳的分龄赛顾名思义就是你从小到大都可以参加，不管你是几岁不管你有多大都可以来报名
像现在这个35到40岁组，哇，要有100公尺，说实在的，这对体能上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目前看起来是第6水道的刘文凯，现在领先的幅度算是蛮大的。刘文凯他是来自亚洲国际游泳协会，这边我们看到亚洲国际游泳协会在早上从蛙式的比赛开始到现在自由式蝶式，感觉上这个第6水道的选手相当年轻啊，会不会刚好只有是35岁？因为第3水道的高进顺选手，应该也是4字头了。41、2岁，这个是我以前的战友。教练直接透露了自己的年龄。而且也代表说，不管你的能力到哪里啊，不管你的年纪是几岁，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运博的游泳分龄赛啊。那今年已经是来不及报名了啦，那就是明年再来，明年继续的。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这个就可以来报名，一起来参加。像这样的比赛，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他平常只要有练习，有一个比赛的一个机会，有一个比赛的一个平台，让他来去做发挥，其实是很好的。加上有这种透过网络上直播的一个服务，这也算是蛮不错的一个人生经验。非常好，非常好。有比赛嘛，就会有一个目标，那有目标，你就会有个动力。想要去完成这个比赛，就像很多人现在就是时下很喜欢去参加铁人3项啊，或者是一些田径的一些测验赛啦，或者像下个月我们有举办的一个日月潭的一个泳渡的一个活动，这些都是一个对自我在人生当中的一个挑战。那像游泳这个运动，其实从年龄小朋友很小的，或者到老人家，其实都是很适合的一个运动，尤其在水里面，其实对于一些要复健的一些运动员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这3位选手其实都是来自亚洲国际游泳协会。好，那看到这边，这是并驾齐驱。他们参加的人数很多，对，这样是非常好的，就代表说，大家对于这个游泳的运动非常非常的有支持，有对游泳这个运动非常非常热情，那大家就会有一个同好，那就会互相的一个鼓励，那就会持续不断的运动下去。1分18秒哦，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哦。第5水道的赵俊业游出了1分18秒29的一个成绩。那第4水道的柯文杰，这是1分19秒。那我们看到很多就是35岁及以上的一个选手陆陆续续有来参加。那明年2025年我们在双北也要承办的一个就是壮年运动会的部分这个可能。我昨天收到了讯息，我上网看了一下，游泳跟长距离公开水域这2个项目目前报名是额满的，这2个项目已经额满了，对，都已经到备取去了。所以对于游泳运动这么多人愿意支持，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毕竟游泳运动是真的全身性，第一个是全身性运动，它运动量其实很大，那另外就是受伤的风险其实并不高。相对比较低，跟其他运动比起来相对比较低。而且每次游完泳，其实都会感觉通体舒畅，整个去洗完澡出来之后，身体会变得非常的放松，当天晚上也会非常好睡。冬天游泳又比较不一样，夏天游泳跟冬天游泳不一样，一年四季的游泳方式。那像青年公园早上。很多的晨泳会，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选手啊，或者是像这些中壮年组的一个选手，或者是游泳爱好者，他们很喜欢来冬泳。他们对于冬天来这边游泳是一件非常非常享受的事情。这就跟洗冷水澡的那种感觉一样，是你刚开始下水那个瞬间是感觉很不好受，但是当你把身体热开，当你开始游，把身体完全热开的情况下。之后就会变得很舒服。其实台北市现在这个室外的游泳池已经越来越少了。那因为游泳池的温水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了，那大部分学校现在开始也陆陆续续都有游泳池的部分。那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像我是银桥国小的校友，我们以前就是户外的游泳池。
那就是夏天，我们就是晒得跟木炭一样。啊，冬天下去，哇，那个水又是冰的，哇，有够刺骨的。甚至我们没有场地可以练习的时候，寒流来的时候，我们又要到别的像师大分部去借游泳池才有办法练习。可是现在选手真的很幸福，各个游泳队、各个学校其实都有自己的温水游泳池，不管在游泳教学上面啊，或者是在训练上面，都非常非常普及。对。啊，刚刚那个水道挖进掉了。哇，所以这个只能说是继续游了，也没有办法去捡。如果说中途你站起来了，或者是有去触碰到水道绳，有一个停止的动作，那就会造成犯规。对。现在看到是55岁以上的这个组别了啊，也就是说，100公尺自由式我们今年报名的年龄层最高的一个组别了。55岁以上就是不管你几岁，只要超过55岁就可以报名参加。所以在这个组别里面，其实年龄的差距会是蛮大的，会非常大。对。哇，不简单哦，这个动作很稳定哦，游得非常的好。这个一看就是知道说他们泳龄都是很长啊，就持续保持着游泳运动的一个习惯。好。哇，1分10秒，哇，厉害！这个55岁以上的这个组别哦，这是第3水道的山本佑司。哦，这个名字好像看起来应该是日本人，应该是日籍选手，对，因为他们是亚洲国际游泳协会啊，厉害！哇，游出1分10秒的成绩了哈。55岁以上的这个年龄不简单。哦，我们换一个项目喽。对，接下来是8岁以下的女子组，女生，8岁以下的女子组。喂，有人先偷跑了，哇，这个，我想有一些小朋友应该第一次参加比赛，对，难免会比较紧张，对，而在发令口令上面，可能对于就是裁判的一些哨音啊，还不是这么的了解，那有的可能就是他要先下水要抓池壁的时候，他也会有所犹豫，因为毕竟。以青年公园的水深来说，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比较深的。那没有参加过的小朋友，可能对于深水的地方，他还是会相当的有一点点会有一些畏惧。对，有些选手啊选择水下出发，那当然没有问题。我记得我刚开始学游泳，学校是禁止这个跳水的。是因为水深的问题，都是考量水深的问题，安全性的一些问题。刚开始学习游泳，其实跳水这个部分可能会放在比较后面的阶段。通常我们在基础游泳的教学过程当中，跳水应该是已经是相当进阶的一门课题了。那通常都会是摆在自由式、仰式、蛙式、蝶式都已经学完之后，那就会有所谓的转身的指导。那甚至再进阶一点，可能就是会有跳水的指导。对，那如果说你是有加入到学校的校队的话，那跳水是不是应该就是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必备的课程。8岁以下的组别，这个年龄层能够游完100公尺，已经都很厉害了，相当不简单，相当不简单。其实，在这个年龄层，真的感觉小朋友还不一定有所谓的竞争意识了哈，就是好好的把自己的平常练习的100公尺的游泳动作给做完。我们还是尽量让就是小学阶段比较幼小的小朋友，比方说10岁及以下的，对于游泳运动保持一个比较高度的热情，压力不要太大。是。哇，不过其实前面我们看到这位小朋友他动作都还不错，2位小朋友动作都非常稳定。这是
是第4道跟第5道，李新瑞还有刘向云，这2位小朋友动作都还蛮不错的。1分44秒69，这是第4水道李新瑞游出的成绩。8岁以下的这个组别是有分2组哈，所以现在第1组游完，还有一位哈，第2水道的选手目前还在奋斗当中。他这个好像是泳帽掉下来了。这个没有办法。不过如果说真的是脱落的话，可能待会是不是要裁判，或者说我们可能会请现场的裁判或者是救生员，我们会再做协助。对。好，要棒哦，有完成哦，很棒很棒。很厉害了啊！这8岁以下，8岁以下是7岁、6岁都可以了哈，都可以参加。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组别哈，8岁以下的第2组。这个组别其实已经可以。哇，这个好几个领先的小朋友，动作都非常非常的好。从整个跳水的动作到水下的动作，其实都已经做得有模有样了。这可能不是只有花1年的时间来练习哦，可能搞不好6岁就开始游赛，或者5岁更早在学习游泳。速度也很快，推水的效率相当好。好，现在第5道已经率先的通过这个折返点回来，进行这后50公尺。第5水道是林品熙，第3水道的选手潘玉琴紧追在后。那第4水道是杨佳云。哇，这个8岁以下的组别哈，很不错哦，去回的速度都有保持住哦，体力相当的好。1分20秒，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这应该是8岁以下的组别，算是游得最快的啊。这游的都比我快了。好，这个组别结束之后，下一个层级是9到10岁，也就是说进入到这个国小的3年级，对，中年级组了。3年级。这个组别参赛的报名的选手蛮多的啊，总共是分为4组。现在第1组别3位选手。目前领先的是第5水道的李杰飞。第5水道的这个选手的手长脚长，非常的有优势哦。每一次的划水，每一次的动作都是。感觉这种效率就很高，而且他如果还只是3年级的年纪的话，后面的发展稳定的练习，成绩应该会相当的出色。哇，这个，所以我们讲游泳有时候真的手长脚长的优势也蛮大的。是身高来讲，我们还是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蛮多选手其实就是这种比较
比较瘦的啊，那但是整个身材的比例是比较好的情况下，他在这种学生阶段的比赛，他可以占有很大的优势。以自由式跟仰式来说，我们会希望说选手是比较瘦挑型的，就是我们的手背的臂展啊要长一点的，对，然后身体当然相对要稍微宽一点，对。但是蛙式跟蝶式又比较不一样，对，所以我们亚洲现在目前就是以蝶式比较有优势。好，游出了1分22秒，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这会让我想到，就是如果说李杰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位第一名进来的啊，第5水道李杰飞，他被安排在其他的组别啊，可能跟他成绩还蛮接近的这些选手去做比较的话，这个秒数可能也会再往上提升。会有可能，对，但是要看孩子他对于就是比赛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些特质。他的心理的素质是不是有办法去承受？我要去跟高手去做挑战。他是有那种拼劲求胜欲望的，还是他是那种会紧张、会怯场的选手？当然有一些策略啦，就是说，我想要报比较好的一个水道，可是我报如果说比较快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抢到好的水道。那如果报慢一点的话，反而相对的，我的可能就是水道的安排会比较好一点，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考量。好，这是9到10岁的第2组，100公尺自由式。现在第4道跟第5水道的2位选手很接近。我们看到那个第4道的选手，他的滑速非常非常的慢，但是因为他手很长，身高来讲比较高挑，相对来讲在滑手的前进的效率就会比较好。看后面50公尺的发挥，所以这个画面就看得很清楚，就是他的每一次滑手，身高的优势，对他前进的那个时间比较好。所以我就会回到刚刚我常跟选手讲，就是说我们在有速度的过程当中，你会游得快，真的不是因为你把动作做得很快了，所以你会游得快，而是你把每一下的动作做完整了，做好了，相对的效率的提升，就有办法让你的游泳的成绩越来越好了。率先进入到终点，这边也大概是游出1分20几秒的一个成绩，也不错，相当好，相当好。这应该是第4水道的黎娜婷。接下来是第3组别，9到10岁第3组别的选手出发。有些选手那种第6道等于说已经在15公尺线之前才出来，那等于说是把水下的这个时间做得比较长一点。是，出发跟那个转身，我们都会有一个15公尺的一个允许的潜水的蝶泳。那这个在水里面的跌脚的部分呢，因为阻力比较小，那相对来讲，如果说选手在这方面能够有所发挥对于自己在保留体力上面或者是在一个游泳的一个速度上都会有所提升。好，第4水道的选手现在速度非常的快，目前是暂时第1。第4水道是陈雨爱。这个过了50公尺之后，现在后50公尺这个
领先的幅度是慢慢的在拉开。其实比较幼小的选手啊，就是基层的选手，100公尺来说，其实变化性蛮大。有的如果他的配速上比较没有办法稳定的话，一开始下去50公尺就全力冲刺了，反而就会造成后面50回来的时候会体力不足。所以在平常的训练的过程当中，让孩子去了解说，我每一趟50公尺的秒数，那怎么游是固定的，这个对于选手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好，所以这边第4水道陈云安游出了1分25秒的成绩，所以大部分我们看到这个组别每一组的第一名大概就是1分20几秒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啊，掉下去了！哦，我以为他是要跳水，真的是啊！他是要水下出发吗？还是太紧张掉下去了吗？哇，那这样子也要再爬上来啊！其实爬上来那个体力算是消耗蛮大的，对，会比较辛苦。他应该是要跳水出发，只是可能那从旁边滑倒了，对，滑倒从旁边掉下去了。上来，所以这边比赛的时间会稍微耽搁一下。结果怎么其他选手也这是上一组的选手也跟着利用这个时间上来好，这是100公尺自由式9到10岁的最后一个组别。现在下水之后，哇，目前看起来每一个水道的选手都还蛮接近的。第2水道，大同国小的黄新宇目前是领先的。我们又看到一个大同国小的选手了。我目前看起来领先的幅度其实并没有很大所以后面这边看后面50的状况，这不一定哦。第4道跟第3道的也要上来了。对。现在第4道跟第3道感觉都有机会，甚至第1道也都还有机会追上来。看最后的冲线，很接近，很接近。好像有超过了。哇！一个碰墙的距离，哇！第3道、第2道跟第1道，这几乎是同时进来的情况下，哇！这个第3水道1分17秒22，第2水道1分17秒27，第3水道1分17秒57，3位选手差不到1秒了。第2道那个大同国小的选手比较可惜啊，后半段50很明显跟去的50那个速度上的差距有比较明显。下一个组别，我们看到这是11到12岁组别的第1组，这个是国小的高年级组了那刚刚我们是看到中年级组，大概最快的成绩就1分17秒左右，是，这已经是很厉害的啦。好，11、12岁的这个年龄层，我们看到第1组这边差距算蛮大的。第3道的选手蔡丽颖，这个非常的快一马当先，已经进入终点。哇，1分13秒。所以他感觉应该是成绩爆慢了。他的报名成绩是1分54秒了。那就是有刻意安排了。对。那太谦虚了啦！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隐藏了一下实力。对。毕竟是计时决赛，所以有时候这个在整个报名成绩上面的一些策略啊，这个是教练跟选手互相的一个讨论之后啊，决定这样子去做一个报名。好，那我们这一组结束之后啊，那这里要感谢邱怡婷教练啊，在今天我们等于说是下午的这1个小时的时间陪伴我们去看自由式的比赛。好，那这里我们谢谢邱怡婷教练，谢谢主播，谢谢观众，谢谢。现在我们看到是11到12岁组别100公尺自由式的第2组刚刚我们看到是第1组的比赛现在是第2组。那场边我们这边也是邀请到张伟胜教练来到我们现场教练你好。是，你好。今天其实我们早上看了蛙式的比赛，还有这个自由式的比赛了那现在11到12岁组别算是国小的高年级组是。那我们今天在自由式里面看到最快的成绩，在刚刚男生组里面看到最快的大概在13、14岁左右，游到1分钟以内。是。那这个算是真的蛮厉害。对啊，现在这个已经变成一个速度上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对啊，现在国小毕业的话，很多选手都已经在1分以内了。11、12岁组别女子组的第2组现在看到选手第4水道这边进来是1分19秒，也是蛮快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那第4水道是曾琦。这个国小组的女子组其实大部分刚刚看的第1组是有游到1分17秒了1分14秒这样子大概是1分17秒到1分20几秒左右在的这个区间。那这个女生的部分11、12岁，因为刚好也是有些是4年级刚跨到5年级所以她在跟她在6年级的选手同场较劲比赛的话，当然会稍微吃亏一点。对，但是他们这样的表现都算是还蛮不错的。那不知道说他们是不是有去报其他的比赛？这个报自由式的，那也可以报蛙式的，或者说报其他的这个自己比较有把握的一些其他的项目，或者是混合的这些接力了确实，因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等于说在自由式的训练上面，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专项，你自由式它都是一个必备的一个主要的练习的项目所以他觉得今天状况不错，那今天也许在自由式的表现上就会好一点。那当然在比赛的报名的时候，我们都鼓励学生如果我们那个主项还有我们报名的项次够的话，我们就来多报几个项目。所以一整天的比赛下来，其实也蛮累的也蛮累的对，像等于说是800多人，接近900位选手今年报名的总人数那要再压缩在等于说2天的一个整天的赛程，要把它消化完那各个项目其实都还蛮紧凑的。这样不简单主办单位也是要安排这些赛程也是不太容易加上这样子赛事上的安排，而且也几乎没有拖到什么时间，就是说这一组游完，马上下一组就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些裁判老师都是经验非常丰富一组接着一组就出发了。对，现在已经是很快的来到了11、12岁组别的最后一组就是第4组。是。那这一组就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动作已经变得很专业了。是。开始速度也开始变得比较快一点。有些像100公尺的话，有些选手他反而是尾速会加速会比较快一点。但是我们从画面上看到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移动速度是非常快，位移的速度。哇，第4水道这边是周采洁，速度好快这
这个都是我们的未来之星。他是来自大同国小，又是来自大同国小的选手。今天真的是看到蛮多这种国小组大同国小的这些选手都抱得不错的一个奖项。那看看朱载杰他可以拿到他可以游出多少的一个秒数？1分10秒以内，大概是1分8秒，1分10秒左右1分8秒39，这也是真的10秒内真的是更快了女子组，而且是国小组的高年级组是，这是我们今年100公尺组别女子组的最快的一个成绩了也恭喜她。下一个组别马上要来看到是13、14岁的这个组别这个组别进入到国中的阶段。国中的阶段其实开始，其实每个人训练的时间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是国小开始训练，有些人可能是国中才开始去接触到游泳这项运动。那有些更早了，可能你在幼儿时期就有去涉水、去玩水去练习。是，因为他这边有好几个选手也是有在俱乐部游的，对，他们的练习量也是非常的完善丰富那他们常常会因为训练量有时候是校队有早晚练有人练2餐那有些人在课业上的时间上的搭配在教练的训练的菜单内容上的教练的调配训练的处方就要做进行一些客制化的调整。平常游泳选手如果说在训练上除了水下的这些训练之外一边这个在水上或者在路上的一些训练上会怎么样去设计？当然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会做一些调配不会全部都会在水里的训练而已我们也是要增加一些路上的肌力协调敏捷我们都会非常强调如果他敏捷快的话，他出发的弹速快的话那就说不定可以赚个0.几秒，有时候输赢就在这一个毫秒之间所以每一个环节就是当你的这个技术来到一定层面的时候，到了一定层级的时候，就强调那0.几秒的这个差距。对，输赢就在那边了。那我们也是希望现在的运动员可以比较多元的训练、多元的发展。好，B组这边已经完成了他们比赛待会要来看，这是13、14岁的第2组别。第2组这边看起来速度也很快这个动作都非常好。整个抓水的那种效率还有现在看到选手折返登墙也非常不错。他这个转身登墙的这个常常也会是一个输赢的一个胜负的地方。因为如果说你的距离是掌握的好的话，你推灯的这种力量跟时间点有抓到那个就效率就非常好，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刚开始在练习这种转身的话，有时候真的会抓不好那个距离感。对，这个空间感也是非常看选手的一个天赋以及后天的训练方式。这里游出1分04秒的成绩速度非常的快。13、14岁的这个100公尺自由式1分04秒。第4水道的简承安第5水道是尤伊莎。接下来年龄再往上加来到这个应该可以说是高中组别了国中跟高中都有了好，哇，这个速度也好快，而且这边感觉有2位是这个
大同国小的选手了，但这个大同国小并不是说他就读国小啊，因为毕竟是15到17岁的这个组，跟着这个队伍一起报名，对，是或者是校友嘛。第3水道是王思琪啊，第4水道是蒋清，第5道是刘凯威啊，刘凯威他是来自士林国小啊。目前应该就是第3水道跟第5水道的2位选手非常的接近，因为并组的关系啦。哦，15到17，然后13到14岁的并组。好，哇，这里也是有到1分10秒以内哦，速度都很不错。不过，感觉13、14岁的游的成绩更好一点哈。没错，因为有时候并组有一些比较快的学姐学长在旁边有，你反而会想要一种追，速度反而会更快起来。哇，这里是不是可能抽筋了哦？好像是抽筋了哈，所以没有办法。这里要看看是不是要等待救援的。哇，这个有时候选手第一个可能是暖身不足，那再来就是有可能就真的是临场上的对，那或者是早上已经有参加其他的比赛，在体能上、肌力上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容易会有这种抽筋的状况发生。我们还是鼓励选手啦，因为像我们就是尽量，像这个我们的分龄赛它没有很严格的赛制要求。那如果说他的能力允许的话，我们也是鼓励同学来报名参加，来平常来看看我们平常练习的成果怎么样，同场较劲，也可以知道别人的实力怎么样。平常如果说像这种国内应该有蛮多比赛是早上可能下午都要出赛的，这样，对选手来讲，他在中间的这段休息时间，可以去做出什么样子的安排，或者说他可以去吃一些这个补给品。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补给品的补充的方式。那最简单的，我们就是会吃个香蕉，来补充一下体力跟能量的转换。那当然，比较高强度的比赛，可能早上一场，下午一场，你的午休就要做得比较充足一点。那要了解一下我们试水的时间。那这种一天多场比赛的一个状况，其实蛮考验选手的体能啊。是。那另外就是你恢复的这个效率了哈。如果说你恢复的效率不好的话，你早上的疲劳带到下午的比赛，那就真的是不太对你的是不太有利。是，所以我们平常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就会了解一下选手的疲劳的恢复程度。刚刚我们看到第2水道的选手好像入水之后，他的这个蛙镜就掉了，对，松脱了所以他花了一些时间去做调整，这部分就去影响到他的速度了。是。那平常我们练习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去练习到，比方说我们跳水松脱的时候，教练会要求你试着不要去停下来，不要去调整它，你就把它游完试试看。对，那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在08年的菲尔普斯嘛，他蛙镜掉了，结果还是得第1名。他平常就有做这样的就是临场的特别状况的练习。这个也是可以给我们的国内教练一些这种训练的方式。有时候可以当做一个好玩的方式，给选手上面不要有太多的压力。那如果说蛙镜掉的话，选手会全程闭着眼睛去游吗？其实看他自己，因为比方说我们在水里面睁开眼睛确实会不舒服。对，那也许他在换气的时候头又睁一下，瞄准一下方位定向这样子。这个组别游出了最快是1分08秒，是第3水道的黄凯杰。是，这个以前也是我的好同事，也是我的偶像。这一组应该
这一组应该就是有并组了啊，所以6、7、8 3位选手都是55岁以上的这个组别，是，等于说是这个年龄层真的是拉得很开，是同场较劲。那等一下我可能就特别介绍一下第2水道下一组的。这个妈妈，也是让我非常的一个敬仰的一个母亲呐。现在即将要下入水的这个第2水道的林之颖是，本来就是陪着他的孩子一起练习，因为他的孩子是比较特殊的状况，练一练，他自己也有兴趣成为一个选手，做一个母亲的榜样。所以这也是这次运博全国分龄赛的一个算是大家都可以参加的一个状况。对，就是说你只要对游泳有兴趣，不管你曾经是选手，还是说你只是单纯是一个游泳爱好者，都可以报名一起来参加。每一个泳者他也许他背后有他的独特的故事。对，有时候我们在运动里面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运动员的生涯，是运动员的故事，他的背景。可以做一些了解。好，现在第4水道的汤学丽，目前是暂时排在第1位。我感觉印象当中，他好像前面蛙式也有报名，100公尺的蛙式他好像也有报名。那第2水道的林志颖，现在是占据第2。像我们在这个年纪的女生上面体力跟肌肉量的下滑确实要再维持会不太容易，是非常不简单的。是游出第1名这边也是游出大概1分20出头22秒左右的一个成绩了林志颖游出了1分29秒。好，这比赛不一定是说要跟对手拼个你死我活，有时候是对自己目标的一个设定。没错。每一年都可以报名，所以你可以跟每一年自己的这个成绩跟去年的自己去做一个比较。对。我们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嘛，那也了解一下我们平常练习的结果如何。那在这个组别结束之后，待会要来看到是8岁以下的男生组的50公尺的蛙式。那50公尺可能在整个对于选手的这个要求上面，肌力跟心肺的要求上，跟100公尺会有一些不同。是。那50公尺可能就是单纯爆发力会稍微多一点，爆发力会多一点是没错。还有也许现在他的抱水的爆发力跟力量在我们的8岁的小朋友上面，可能在训练上的过程中，跟中年级、高年级的训练方式又不太一样。是不是他的曲轴他抱水的角度这些都可以做一些调整。那教练也可以借着这样的小朋友在练习的时候，也许他抓水的效率很好，他推进的效率很好，都可以从这个小细节里面可以来观察以后我们未来的运动选材，或者是他适不适合转项目都可以从这种方式来看。50公尺对于初学游泳的这些一般人来讲，算是一个门槛。如果说你可以游完一个50公尺，代表说基本上你已经学会游泳的一些基础的能力。对。那我记得我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是先游25公尺，那时候我还不会换气，所以就一口气就直接憋完25公尺。那非常厉害，现在很流行的自由潜水。但是我那个是因为不会换气，才去逼自己去完成那个全程憋气的一个状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竞技运动上它就是一个竞技的运动心理学。有时候我就是想赢，我就是要盯住。那当然是在正式的比赛里面，蛙式它就必须要投露出水面了。好，现在8岁以下的50公尺蛙式，
第一组出发，在这个年龄层总共有5组选手啊，所以报名的选手非常的多。看小朋友在场上努力奋斗的样子。这个有人踢了那个自由的脚，可能对，你唔丢呢，可是他是被会不会被抓到？被这个技术裁判，我们还是鼓励啊，鼓励。小朋友他来游这种50公尺的大池确实会比较容易觉得比较紧张。我们小小的身体看到这么大的游泳池，哇！不过有小朋友的动作很不错哦。第6水道的庄立明，他现在是保持在第1名的一个成绩，最快的一个速度。即将要通过来到折返点，好，50公尺没有折返点，直接就是抵达目标，1分钟1分01秒的一个成绩。刚刚看到这个孩子的触墙就可见他平常他的教练都有要求要记得双手的用力触墙。那这里就看是不是要抓到。因为前面应该是有踢这个捷式的踢脚了所以这个小朋友应该自己也忘记了。偶尔领个红单也是家常便饭啦。对，爸爸妈妈开车都会被拍到那个测速照相的。是。还有我们这个比赛没有罚钱。就是给小朋友一个经验。很多这个年龄层的选手应该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所以也感觉还蛮新鲜的。是。而且如果说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有直播来帮忙做记录。哇，那个太棒了。我们小时候在练习的时候，都是爸爸妈妈拿着底片相机来。那是哪一个？那时候最厉害的就是那种有 V8 录影带的那个年代了。对，现在这种直播的影片是在网络上可以不断的去回放，是也不用下载就网络是直接是留存的。我常常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动作有没有进步，效率有没有好一点。像我们有时候在看蛙式的选手我们就可以来换算一下他的滑手的次数。第2组这边上来之后，这还瞄一下旁边，偷看旁边是不是快要追上来了？这个待会可能会被教练稍微念一下这个好像双手对。如果说是一只手先碰到的话，那这样子会去怎么样判定他的成绩？这个可能就要看裁判，如果裁判眼睛利一点的话，就是一个 DQ 了，就可能就一个犯规，就很可惜啊。或者是他的这个积分板会按不出时间它是其实他积分板上面它是有一个磅数，你推的时候要有一个力道，就刚我们看到上一组一样，他很刻意用力去拍一下。那个可能是在教练的特别叮咛上面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教练自己当选手，以前是选手的时候犯的一些错误或者一些经验就可以转移到选手的这个比赛的上面。这也就是我们在教育上面常讲的这个因价作用。好，所以这个每一次的比赛都是经验那这一次如果说真的被抓了一个犯规的话，下一次就不会再犯了也不用气馁。被开红单的回去缴一次就知道了，就知道这个地方不能超速。这个地方要加速，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3组别8岁以下第3组别，50公尺蛙式。
有小朋友就是刚入水之后就开始在看，开始瞄一下，在看其他人。其实游的时候就跟你练习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有时候我们会在池边听到一些教练啊或加油的人帮我们喊一些、数一些拍子、吹口哨啊，这些方式都是让他们的节奏可以维持在一个节奏上面。像这个蛙镜已经掉下来了。这个很厉害。这个蛙镜掉了也不为所动，不被影响。不过如果说是蛙式的话，那影响可能相较于其他不会到这么大。其实也不一定啦，也不一定，就是他看他平常的训练的时候遇到临场的状况，他是如何应变的。好，这个下一次就知道要拉紧一点。对，在比赛前就要把这些东西给准备好哦。要拉紧一点，他跳水的技术啊，是不是他的额头有没有入水，手有没有先入水，是不是冲到脸、撞到脸的这个部分，把蛙镜它冲掉了。接下来是第4组。到有些选手他其实动作的频率很快啊，那有些选手其实他的这个等于说是把每一次的滑手、每一次踢腿都做到正确，但是他的这个频率是稍微慢一点。是。准备要冲线了，还在看旁边。第2水道这边速度还不错。廖宇翔看起来应该也大概是56秒、57秒左右。54秒，跟第4水道都是在54秒的这个区间内的。是，对。接下来看到是8岁以下的组别最后一组了，50公尺蛙式的最后一组了。这一组看到报名成绩都大概是在50秒附近。有一个报45秒的。哇，这个频率很快，45秒有时候已经是中年级的成绩了。50公尺其实也很单纯，就是100%，就是直接全力冲刺就对了。对。这个动作非常不错，效率也非常好。他没有谎报哦，大概就是在45秒附近速度很不错，而且这是8岁以下的组别啦，看起来应该就是在40几秒。第4水道，第4水道他没有秀出来，45秒，45秒，哇！房清扬。也许今天的水温对他来说也会有一些影响。今天水温好像是稍微热了一些。前2天的太阳比较大。今天其实看建公园的一个天气是还不错啦。不过刚刚是有出现乌云。这个天公作美啊，那个没有太阳直射。对一些场边在等待的选手也是一个不错的天气跟气温。不过如果说遇到这种感觉是要下不下的这种天气，就要下雨不下雨的这种天气，
那湿度比较高的话，对选手会造成什么影响？哦，这个要小心一下，我们要补充一下水分哈。当相对湿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排汗的效率会稍微低一点。那我们在池边的时候，因为尤其这个室外的哈，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比赛经验，跟室内是两回事。我们在室外是要如何补充水分？那我一直喝水，也许我会肚子觉得很胀，我不好游。那我不喝水，又很担心到时候我脱水的状况。所以这个部分你要特别注意。那我们就建议小朋友或选手我们大概每15分钟喝一点点水，嘴巴含点水，100cc 也好，50cc 也好，我们就随时想到我们就补充一点点水分。哇，这个第二水道的小朋友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他旁边的那位选手，游得比自己快。我怎么感觉他的身体一直是斜的？这个也许也说他到中年级才开始加入泳队或者是游泳的训练可能经验还不是那么足够，就跟相对于刚刚那一组8岁的这一组的差别就会看出来。8岁的最后一组，他就是是一个有在练习、有在训练的。那刚好跳到这一组，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初学或刚加入泳队，刚开始练习，我可以看得出有差，有训练跟没训练的差别在哪里。好，所以第一组这边结束之后，第二组在这个年龄层是总共有7组了整个人数也是非常的多。50公尺毕竟这个距离也比较短对于这种参赛的选手来讲，门槛也不会到这么高了。是。那也不需要去折返，不需要去转身。对，没错。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还没有送去给专业的教练训练的时候，也许我们家里面的有人长辈啊、叔叔伯伯阿姨会游泳的，刚刚好一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学蛙式。因为蛙式有时候对小朋友来说，他的前进动力比较大。他会觉得我游泳上面游起来会比较有自信、有信心，我有在动了，我会游了这种感觉。那所以很多人的游泳的学习经验一开始就是蛙式。但是蛙式的运动技术它的游泳技术也没有比自由式来的简单不过蛙脚其实不太好去练习。对，蛙脚其实不太好练习。它在我们的大腿的内侧、外侧它的力量的平衡，还有拮抗肌，所有我们的肌力，我们的运动的使用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它的拮抗的力量都要做一些相互的配合训练。好，两位选手现在已经进入到终点。这年龄层的确，差距是蛮大的。好，现在所有选手也都完成了比赛，要进入到下一组，第3组。这还瞄了一下旁边。平常对于这个年龄的小朋友来讲，能够做到有效训练的时间，大概就是寒暑假比较长的这个假日的时间可以去练习，尤其是暑假暑假的时间会比寒假再稍微长一点。是所以这场比赛刚好是办在暑假结束，那开学过不久所以这段时间刚好就是可以去验收一下，对，就是验收一下就今年这2个月暑假练习的一个成果。是，
我们有时候啊，我把寒假、暑假其实我们不会称为假期，有时候我们会称为一种延伸学习。我们学一些学校没教的东西，就跟刚主播你们讲的一样，就暑假它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的时间，然后保持一下规律的生活习惯，养成规律的运动。这一组我们看到游出最快的成绩大概是在55秒，是在9到10岁的男子组50公尺蛙式。那现在要进入到第4组，参赛的选手其实真的蛮多的。那有观察到说，其实整个参赛的一个年龄分布大概就是小朋友其实很多。对。那一直到国中、高中之后，慢慢的变少。是。有时候课业比较多，或者是他慢慢的培养其他的兴趣，那最棒的是他很早就学会游泳了，而这个运动可以陪伴着我们的小朋友、同学一辈子。他有时候觉得学习的课业压力比较大了，他就可以来到这个我们有救生员合乎规范的场地来自己游泳。他不像打球一样，你不一定要约别人去打球啊。我觉得今天课业压力大了，我来游泳放松，我也不用听到外界的声音，我就游我的，放松一下，然后让脑充满了养分，回去再念书，再去做其他事情，更专注。这也是我们常常在针对一些身心障碍的小朋友或者是特殊的孩子，我们非常推荐的一项的运动的项目。好，53秒98，这目前看到最快的一个成绩是第一水道的许其祥游出来的一个成绩。第一道赢了，不要过半，都拍不到。接下来是第5组，而且游泳毕竟学会了之后就不太会忘记了你可能成绩会退步，可能秒数会增加，但是基本上你只要会游泳，动作上你应该就是身体记忆了，就跟骑脚踏车一样。是啊。游泳这个运动很特别，是它的脚会离开地面，跟其他运动不一样。我们会比较长时间的离开地面，让身体的肌肉啊，或是骨骼它的间隙里面可以比较得到一个放松的状态。我记得我大专的时候暑假游完了，我还长高2公分。到了大专的时候还可以再长高所以游泳对小朋友来说，体格上面的培养也是还蛮不错的一项项目。哇，这里游到50秒了。第3水道的王邦恩，他是龙安国小的也是刚刚那个黄凯杰教练的带的选手。好，这是第5组，那现在要来看是第6组。开始看会不会出现这种40几秒的这个选手是。所以刚刚那个8岁的45秒很快哦。对，真的好厉害哇！而且他是8岁以下，可能才刚读国小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未来好好栽培一下。那也是保持一下我们的运动的规律的习惯，训练的规律的方式。哇，这个第一道，哇，速度很快，48秒57，张景东，比他报的成绩快了快3秒。张景东报名的成绩是51秒31，游出了48秒的一个成绩这个暑假有好好练习也可能也长高了一些。再来看到是最后的一个组别了，第7组，
这个组别平均报名的成绩都在4开头，然后都是40几秒的。一个42秒的。好，目前第5水道的吴祥瑞，这应该是新生国小的新生蛟龙。新生蛟龙是。哇，42秒，就跟他报名的成绩是差不多了，还稍微快一点点。42秒10。9到10岁男子组啊，最快的成绩42秒10，这是今年的一个冠军。我们教练啊，家长也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孩子有没有达到他的这个身体极限？有时候我们不仅要注意他的生理上面，然后还注意他的心理上面。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11、12岁啊，高年级组。这个有听到吗？哦，有听到。我想说他没听到就一直出去了。游完50公尺之后，发现比赛还没有开始。有没有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啊？就小朋友就是先偷跑了，那就一路不管大家怎么喊，他都没有听到，就一路游到终点。我们就会有个直泳绳啊，就把它捞起来，然后把它挡下来。那我们也有遇过比较特别的状况哦，可能有到那个400啊或800比较中长距离的时候，他可能多游一趟了。哇，那真的也是要把它捞回来。这个状况等于是出现在小朋友身上比较多啦，比较多一点。他们毕竟比赛的经验不是很多，对，所以就是建议他们有这种比赛分龄赛啊，或者是比较规模比较小的比赛都去参加。我们鼓励小朋友多参加。当然，大人也是一样，分龄赛你就可以来试试看，然后试试你的身手。因为现在民间的这种游泳俱乐部越来越多，越来越盛行。游泳这个项目也是全年龄都可以参与的。好，第1组这边结束。那现在来看到是第2组，在这个组别11、12岁组当中，总共有6组。现在没在我身上吗？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所谓的报名人数啊，报名人数在今年总共是有接近900位啊，900位选手，但是人次的话那就更多，没有，因为一位选手他可能报了蛙式，又报了自由式，对，又可能又有其他的这种比赛啊，不同的这种长度的比赛。白的吧？在2天的这个赛制内有要把它比完，这个真的是非常考验主办单位这个安排的一些能力一组接着一组我们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的流畅。运博他这个办的这个分龄赛也是办了好几届，看得出来是真的是很有经验的，有经验，而且非常用心。而且我知道是像运博这个公司，它也是非常的在关注一些特殊族群、身心障碍者的这些用运动，还有挹注在这个上面，在关注这些孩子以及选手。像这样子这么大的比赛啊，就是报名人数这么多的情况下。每个环节都是完全不能出错，对，就是从刚开始这个检录啦，然后一直到下水啊，都要做最后的确认。那完成比赛之后的秒数的汇整、成绩的汇整，这个都是很重要。
对，没错。它跟一般的球类比赛啊不太一样，它每一个水道就是要一个裁判老师，前后都要有，还有旁边的技术裁判，还有主要的8号司令的裁判、检录组等等的各种的记录人员，他要求的人员的工作人员的数量是非常多的，要完成一项比赛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当然也除了选手啊、裁判之外，我们还有加油的观众、爸爸妈妈、陪伴者，这都是一个构成一个比赛很重要的要素跟元素在里面。那选手在比赛之前会有这个另外的一个热身场地可以去用吗？我们一般的比赛是有一个试水的时间，就是每一个主办单位会公告我们试水是什么时间，或什么时候会下水，什么时候上岸。那上岸之后是不是有一个技术会议，才那个教练或者是领队去开一个技术会议这样子。所以过了那段时间了之后，小朋友就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在水下去做热身了。对，没错。哇，那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运用啦，对，要把握那个时间，因为上岸之后可能身体都已经冷掉，或者说已经干掉的情况，你要再马上去下水入水之后去做到100%的那个动作是不太容易的。这就是比赛的其中一环。现在应该是第3组。第3组刚刚应该是结束了哈，这是应该第4组了。目前看到刚刚在11、12岁级别游出最快的一个秒数应该是46秒，45、46秒。这应该是41秒哦。第6水道，黄玉伦41秒。这个组别几乎都是在4开头了。是。在高年级组50公尺的蛙式看是不是有出现这个3开头的选手有，我看到他最后一组是有几个是有3开头的，那就是真的是很不错了，真的很快。对啊。国内在高年级的这种50公尺蛙式，大概如果说真的要进全国的前8名，大概会落在什么样的秒数？我们都要在10秒内了，1分10秒内。50公尺的蛙式，对，50公尺的话，就是我们大概在34、35这边需要有到高年级的，或者是你在中等学校运动会的时候，你这个是最基本的。那有时候你不一定8强都还可以进全国。好，现在这个组别最快是游到42秒，这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哦。42秒也是目前车道最快的一个成绩。第6水道陈宇哲，接下来看到应该是最后一组了，报名的成绩都是在42秒、43秒左右那甚至是有出现2位3开头的选手。第4道的张宇树，还有第5道的郝玉敏，也是龙安国小的。龙安国小这个也是一个传统的强校。这动作不错。哇，这真的是3开头出现了38秒19。第4水道的张宇书，
读到39秒01，应该就是拿到今年的第2名陶颖。都比他们预报的成绩稍微慢了一点点，可见今天可能在水温啊环境上面可能稍微会有一些影响。刚我们讲这种湿度真的会去影响到选手的一个状况，就是大家感觉说这个天气好像闷闷的，湿湿热热闷闷的那种感觉。接下来看到是13、14岁组别，这个组别是国中组了，50公尺蛙式。44秒86，第4水道的陈宏洋。第2组也是最后一组了，在水下的时间算是比较长一点。最早期的蛙式它是没有这个规则还没有修改之前，它是可以不用抬头出来的，所以它也是相对的可以告诉大家说，其实在水下的阻力比较小，所以你潜水的效率是好的话，出发潜水效率是好的话，其实是非常占有优势的。我们看到好几个选手泳帽上面都有印制我们这个中华的国旗国徽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能够代表中华队这个荣耀未来都是成为这个选手的一个很重要的榜样目标。印在泳帽上面看起来是非常显眼。好，第5水道游出了36秒04，第4水道这边也大概是36，所以应该是谢佩婷是这个组别的冠军了那第4水道的曾国瑞是拿到第2名的一个成绩。是13、14岁组别50公尺蛙式的一个成绩。那接下来年纪要往上加，来到了15到17岁。哇，这选手蛇形有时候就是这种习惯问题，这个要靠右前行。其实我们在成人在游的时候他在抱完水往前延伸的时候，其实他也可以做一个蓄力的动作。好，41秒是51秒28，这是15到17岁组别的第1组。那现在是第2组。这个组别就总共是2组，现在是最后一组上来。这边看到有30秒的，这个就是还不错的选手了。那差不多。好，速度很快。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选手的破水的那个动作就做得很明显，力量非常大。对，有时候它的抱水的深度跟角度对他来说都会有一些影响，就看教练他怎么调配。哇，第4水道31秒49，史承义。很不错的速度。大家看到我们第3水道这个他是视觉障碍的一个选手周燕婷。对，这个组别是18到24岁那只有1组。第3水道周燕婷，现在目前就读是师范大学的1年级特教学系也是我们未来在帕运的未来之星潜力新秀这样子因为他的视力只有一眼是优眼一眼是看不太清楚这样子所以他在水中的定向的训练也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组别大概是来到30秒出头的一个成绩啦。好，第3道周彦廷也抵达终点。好，这是18到24岁组别。那接下来要看到是25到34岁的组别。干什么第一道啊？速度也是蛮快的哈。第2道50公尺的蛙式哦，成人占有比较大的爆发力的优势哦，在他的身体的结构都比较成熟之后哦，他的力量是比较大的一点。跟孩子比起来的话，所以他的游泳技术技巧方面哦，可以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调整。后面感觉是速度稍微放下来，因为毕竟只有一组了，所以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已经确定是第1名。这个年纪继续练呢，有时候真的就是靠着兴趣啦，或者说可能曾经自己也是选手，对，一直维持着这个运动的习惯。好，接下来年纪再往上加，35到44岁。这个4个选手都是同一个单位的同场较劲，练习在一起，比赛也在一起，知己知彼。好，速度也很快哦。这个有尖叫声对，真的有粉丝。我们游泳选手的那个粉丝也非常多。也是游出3开头的一个成绩啊，37秒08，这是35到44岁组别的，这可能都是今年报名的选手的爸爸了哦，可以当爸爸的年纪了。接下来是35到44岁级的第2组。哇，这也很快，第一道也很快哦。哇，这个出墙做得非常好。34秒08，32秒5。32秒50，第4水道的陈孝兴，32秒50，快的一个速度。我们游泳的技术就是这样子我们谁快我们就学谁就模仿他先从模仿开始，他是怎么样可以游得这么快的？我们先模仿他的动作，了解他的动作，做一些技术分析这样子。现在我们有影片嘛？我们回去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样游，可以游这么快。看看你们在影片中找出一些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别人是怎么样加速的。这组别是45到54岁的组别，只有一组，7位选手。目前看起来领先的是在第7道的江仲琪。好，看起来大概是3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是36秒。平常都有在维持45到54岁的组别，那下一组是我们的55岁以上。这个组别反倒报名人数还不少对啊，总共有2组。
有时候我也是建议长辈就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不见得一定要常常游蛙式，或者是我们在运动中心啊，会常常看到一些人在游一些抬头蛙。那我也是在建议一些我们的年长者事实上游自由式跟仰式，对你的身体的负担，反而还可以更减轻一些。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关节上面的使用上面可能蛙式它的膝关节用的比较多一点点那它用的使用上的肌群也许不会跟自由式一样那么全面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建议一些年长者有自由式有仰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如果说是仰式的话，仰式其实对于肩关节的这个灵活度算是蛮要求的。可是有时候你会要看一下它有时候比方说它的侧身或者是你的肩关节就不会负担这么大所以侧身也是一个我们在有仰式的一个技术运动要用的技术。重点还是你这个身体躯干的一些运用跟那个角度的这个运用。是，有时候也不要吝啬，我们就请一个专业的教练来给你指导一下。对，你让以后受伤了更划不来。好，这里我们看到是游出了39秒72的一个成绩。其实他也快了。刚刚这边应该是第8水道的张华德，这组别是并组了所以前面1、2、3水道是45到54岁的这个年纪那后面的5、6、7、8道是55岁以上的这个级别。今天可以报10米，不一定要报。真的都很不简单好，最后一位选手也抵达终点。哇，他想要直接爬起来，这个其实如果说真的，裁判会引导啦，对，裁判会等你所以不用紧张，因为爬起来其实还蛮危险的。有时候在你的极限的冲刺之后你可能肌肉上面的力量会衰退很多。对，那已经没力了。那你硬要爬的话，有时候会不小心滑倒啦、摔倒，是那个其实蛮危险。是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年长者要非常注意一下因为我们支撑身体的两大系统是肌肉跟骨骼嘛。那你肌肉没力的时候，就靠骨骼在撑这时候一个歪掉、滑掉的话造成你的骨骼受伤或者是骨折是非常划不来的。运动是有益健康不要因为运动而造成的运动伤害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游泳如果说会出现运动伤害，其实蛮多是可能是最多可能是抽筋，所以游到一半可能真的肌肉的一些状况。有时候抽筋我们也不会把它称为它是一个运动伤害，它可能就是一个对，或者是喝水不够也有可能那真的比较危险，就是一些场边的一个状况。对，你反而要注意一下。对，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场边的湿滑对或者是你上来之后你已经累了，或者是你游到已经脱水了，你不知道。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建议，我们游泳在训练过程中也要记得补充水分。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2组，还有选手还没有到，要小心啊，不要发生追撞啊。是。好，这一组别应该是所有选手都完成了比赛，男子组都结束了。那待会下一组要看到是8岁以下，8岁以下的女子组。一样是50公尺的蛙式。对于现场的工作裁判来讲，算是蛮辛苦的。从早上一路要到这个可能今天是傍晚、晚上的这个下午傍晚的这个时间整天的时间这样子下来。就马不停蹄的一组接着一组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裁判老师进场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们大大的一个掌声老师非常辛苦。其实早上大概就是8点左右就开始
就真的很有经验哈，大会就很有经验，知道怎么样去安排，让这么多的选手在短时间内去完成这个比赛。那其实建工园游泳池是不止有这个场地嘛，室外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有一个25池，还有一个那个5米池这样。那另外还有这个室内的一个场地。对。这边也是算是蛮多居民会去使用的。是，这个是一个很资深的、很有传统的一个运动环境了。我小时候也来这边异地训练过。好，8岁以下的第一组有3位选手。我看到这种小朋友在水里游真的很可爱。小小的身体在这么大的游泳池里面，一只小鱼的感觉。哇，而且动作其实不差哦。还不错哦。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就是8岁这种小朋友来到这种大的游泳池2米深的，它中间是2.2米这种深度他们都没有无所畏惧在心理上面是有它的强度的。那当他们有这样心理上面的强度的时候，他类推到他的生活、他的课业上面让他的韧性更好比较不怕挫折这些都是很多的运动文献上面都在做这样的研究。我们及早让小朋友接受到这种运动教育，类推到他的生活上面可以比较克服挫折感。所以这次真的是对于一些初学游泳初学的人来讲，会有一些恐惧感，就是如果到达一个水深可能是超过你身高的地方，你自然而然会有一些抗拒。会有点害怕。而且不是每个学校的游泳池都是这么深对，你平常要到这么深的游泳池去练习不太容易可能都要到了大专院校才有这样的游泳池一般的运动中心也不见得有这么深所以他在这样的小朋友能够克服这样的心理恐惧，或者是他可以这样子完成这样的比赛，我都觉得很值得嘉奖。哇，这个蛙镜变成口罩了而且好像这个都是成长的滋润而且我们摄影师好坏还直接给他一个特写是不是他还在领先还在领先对这样反而可能也许更专注的一直往前游。这个是矫正器必须要勉强他维持笑容的是。而且这个有时候会比较辛苦，就是说它蛙镜刚好卡到嘴巴，你的嘴巴必须是强迫张开的一个情况，有时候会吃到水。但有时候我播到小朋友的比赛，我都会常常开玩笑，这个以后结婚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剪成那个成长历程的影片真的。当然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不过这个其实都是很好的回忆。那要谢谢导播给他take 那么多镜头。之后长大之后再回去看曾经的那个比赛的画面，会觉得很好笑。很好玩。这个记得要双手出墙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完，这应该是第2组现在是第3组。还有一个还没，赶快哇，他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出发了。哇，这个小朋友这个让我想到那个之前的经典电影经典的台词，我还没上车啊，车已经先开了。糟糕，是我们这个年纪才会了解。
哦，其实他也不差哦，有在他的追动作其实还不错。好，第一位选手已经抵达终点。我们平常在训练的时候没有旁边这个感应的触墙的板子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就要注意一下，双手触墙它还是要有点力量的，不然有时候成绩会跑不出来。好，现在进入到最后的第4组，50公尺报名的人数真的很多。100公尺就没有这么多，100公尺毕竟有一个还是有转身，门槛，对，有一个转身动作。那另外就是有比较长的一个距离。我们看到每一位选手其实动作都不太一样，有些是真的抬头的动作，他其实做的明显那有些他是不断的这种重心是往下。是，因为小朋友力量没有那么大你待会。刚刚男子组就可以看到，有些人抱水的时候，他的上半身都整个冲出水面了。他在做一个加压的动作的时候，力量就变很大。好，现在我们看到45秒9，第4水道的王宇飞。应该就是在这个年龄层里面有的最快的一位选手了。接下来我们看到是9到10岁的组别在这个组别当中有5组。我们看到很多组都有这个龙安国小的小朋友代表他们这个整个游泳队里面是人才济济每一个组别都有。我看很多的游泳队都这样。其实这个年纪也不会说去要求他们一定要拿到多好的名次最主要就还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赛的经验。是，先让小朋友喜欢他就会去投入这样子早上爸爸妈妈也不用叫自己就起来，同学会互相的激励，这样子一起训练，同才的一个效果。这个也可以让学校的老师做一些班级经营上面的一些技术技巧的方式就让小朋友早起大家一起来操场跑跑步训练一下体能不能没有你，少你一个都不行。好，第一位选手已经抵达终点大概是在59秒。9到10岁的组别，第一组这边游的最快的是第5水道的选手黄子晴。接下来是第2组。因为比赛跟比赛之间这个中间那种休息的时间很短就是这一组下去之后，马上到终点，下一组就准备要出发了，所以这个泳池的状况都可能都还有一些水波水纹都还没有这个完全的化解干净所以这个对于下面的选手来讲，后面要上来的选手来讲，会不会有影响？我刚在注意到裁判其实也有在注意到这个部分他是等到比较平息一点的时候再让选手下水
因为我们旁边这个水稻绳哦，我们另外一个名称又叫做防波绳。防波，对，就是让我们互相不要影响到。哦，只有最两边的水稻会比较多的一些影响。但这个部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年纪比较小的选手影响比较小，那如果说速度比较快的选手，那几个组别可能一下子就滑完，那下一组准备要上场之前，那个场上的那个水稻的状况波纹就比较大一点。其实很多比赛的一些这种因素它的变化的因素，它都是比赛中的一环因为我们同场较劲同场竞技上面，我们会遇到不同的状况大家都是公平的状态下，我们的经验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这个在比赛的时候有这种水波，那我的破水的技巧或者是我的调整，我要如何在这个方面取胜这就是选手的一些临场的一些经验反应像以前有很多我讲一个职业球员，他都很早开始比赛前很早2-3个小时到球场。他到球场干什么？他就把整个球场的木板好好的观察一遍，那他就知道说哪一个木板有点破哪个木板拼接比较不稳固，所以他在执行他的最后一球的攻击的时候，他就会挑选不是那个位置，他比较容易出手这就是一个选手你在比赛中的专注能力当我下次比赛又有这样的水波的时候，我该如何应对？因为这种状况是每位选手都一样，都一样，对，同样一个场地别人会遇到问题，你也会遇到，对，看你是怎么解决的，对，因为在游泳比赛也特别的是，他教练没办法在池边指导，他没办法随时叫你，你也听不到，所以都要靠你自己。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应该是第4组了，9到10岁的第4组的比赛了。目前是第4水道的陈亮宇，保持在第1名的位置。女生如果留长头发的话，有时候这个在事前的一个准备上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头发给扎好，然后去做一个整理。那跟挖镜你也必须要把那个带子给调整好。是啊，男生的话可能就比较方便一点。男生短头发的话，我们那个年代都规定要剃平头，那就不会有问题。对，比较没问题。那女生要注意把头发塞进去，有时候有泳帽一拉不小心拉破了，所以我们都会特别提醒选手你都要多带几组装备预备使用。不过我记得以前有发生几件那种有趣的事情，就是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同学他剃平头，但是他平头并不是。他的平头是有一点点头发，可能大概就是0.几公分。那泳帽他戴的是比较薄的，那戴上去的时候，那个头发就插出来了，又很好笑。那种网帽会这样子，他们现在比赛的都戴这种细胶的，对。那这种细胶泳帽又有分这种一体成型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选手都戴这种都一体成型的泳帽，有些泳帽那个细胶是合成的，中间会有一条线，有时候一拉刚好从那条线把整个泳帽撕破了。这时候你没有戴预备泳帽，教练一定把你骂爆。但是教练还是会想办法把你伸出一顶来，运用自己的关系啦，跟其他的教练去借，想办法一定把你弄准。但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就是教练之间应该都心有灵犀知道说小朋友就很容易有这种状况。对啊，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这个基层的教练真的很不简单，把屎把尿这个不讲各种的生活细节，还有跟家长沟通这样子，很多细节真的是非常辛苦，不简单。而且游泳项目应该要去注意的东西有更多很多啊，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会真的忘记带一些
泳具啦，哈，这个泳帽啦、蛙镜啊、泳裤啦，甚至没有带毛巾啊，很多。我们常常以前都看那种小朋友要换衣服了，找不到内裤，我天哪！就想说奇怪，这个内裤到底去哪了？整个游泳池翻遍了，就是找不到。小朋友的各种状况，这有时候真的是要佩服这个教练的临场反应的，不简单。现在是已经进入到11到12岁级啊，高年级组。而且我们讲国内目前教练的一个状况，就是平均每一位教练他要带的这个选手应该都不少，所以一个人要注意到这么多人，做很多事情，对啊。那当然有些规模大一点的，会有一些协助的教练，那这时候我们也会请家长来做一个后援会，来协助一下这些细节的事情，对啊。以前像我们学校还有爸爸妈妈早上可以比较晚进公司的，冬天的时候还跑过来帮忙煮那个姜汤、姜茶，小朋友起来怕冷嘛，可以喝，对，就很贴心的。但我已经想到，可能有小朋友不喜欢喝姜茶。我觉得这很有趣啊，就是大家都喝，他就跟着喝了，对，也可以让改变，就是解除一下他这个挑食的习惯呢。同才有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优点。11到12岁级别，现在应该是进入到第2组。第一名是48秒，这里应该是第3组了。如果说是看这个成绩的话，组别真的是非常的多了。好，下一组这边也是出发了。好，这个组别就可以看到选手的平均的这种动作都还是比较标准，跟前面的几个组别去做比较的话。这个是龙安国小的这个泳帽，第4水道，这应该是何星宇。这好像是第4组喽。等一下看一下啊，这好像。哇，他游出45秒，45秒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应该就是何星宇啊。是，这也是比他的报名成绩还要再快个大概2秒。那接下来进入到应该是第4组哈，最后一组了。对。我们也发现到这个 TISA 这个泳队他们在泳帽上面都会印着那个中华民国这个国旗。对啊，我不知道。哦，滴水到吴宁佳，速度很快哦。第8水道这个就是黑皮女孩，她的队名，不知道是不是个人报名的。哇，宜山这边几乎是同时到达，43秒07，43秒40，吴念佳跟季玄龙。好，所以这个是女子11到12岁级别的所有的比赛啊，4组的比赛都已经比完。
那现在来看到进入到13、14岁的组别，这个组别只有一组了，就是说进入到国中之后，很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个参赛的人数就变得比较少。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国中的小女生可能要她们这个要下水的话，难度可能会变得比较高一点。也有可能他们今天报的组别他们有一些策略上的比方说我们这个比赛就是以3项为主的话，那他可能就是挑他的其他的专项。因为可能就是大家会有印象，就是以前至少我的经验是小时候，可能国中、高中那时候的游泳课，班上的女生是能尽量不要下水就不要下水，是没错。有时候确实是女生会稍微因为头发这些换装的部分，要花一些比较久的时间而且这个年纪的女生其实刚好是心理在发展的一个时期，刚好是她们的一个算是过渡期了所以对于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必须要穿着泳衣，会有一些压力在。是。这个也是我们在教育上面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也会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身体，也了解别人。我们在口语上面，我们是不是会侵犯到别人或冒犯到别人，这个也要特别去注意。好，15到17岁组别也是只有一组50公尺蛙式。这个组别感觉其实选手的能力都没有差很多所以大概到国中、高中，如果还持续因为在这个组别来比赛的话，基本上都是有经过一定时间的练习。第5水道的赖乔林是游出最快的一个成绩，那应该就是他拿到这个组别的冠军了。那接下来年纪往上加，来到35到44岁所以中间的这个等于说是20几岁的这个年龄层，就是没有人报这个出现断层了。第2道这个也是曾经的蛙王女子组的蛙王张启柱第2道是第2道是陈佩云，是。那第3道是张启柱，他是报个人的。哇，所以陈佩宇现在等于就是完全领先了。这个分龄赛有趣的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会对到一些顶尖的选手你可以跟他同场较劲一下，感受一下。哇，所以我们看到的3开头的选手50公尺的蛙式第一次在女子组看到3开头的选手39秒86。那这个年纪也一样比那个我们刚刚这个高中组的还要快。体格还是维持得非常好。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并组的组别，55岁以上跟45到54岁的组别。这组大家很有默契的全部把那个成绩报99秒，19分99秒的，大家都深不可测。但是刚看到好像有选手是不是提前偷跑？等一下看看我们裁判这边的指示。如果说提前出发的话，是不是也就是代表这个比赛可能就要被取消？没有，就是那个人而已，偷跑的那个人要取消。对。但是我们运动员精神，我们还是会把它完成偶尔有时候不小心失误上面的话，也是自己坦然面对。下一次的比赛就会知道。你不要因为第一天的比赛影响到第2天，回去好好休息归零。明天我们再战。有时候我们在运动上面我们的这个运动素养这个名词，也是代表你心理上面你对于这个运动的你的了解程度有多少，对自己的运动表现
你未来口语上面啊、心理上面的表现上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游泳比赛其实很长时间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对，没错。你就算你有教练，但是在游的过程，你还是必须要自己来。对，你还是继续想，刚刚这个动作好像我的动作现在有点跑掉了，好，那自己再去调整。或者说你可以清楚，现在游过50公尺，后面50公尺我的体能状态大概剩下多少？对，要自己跟自己去做很多的对话。好的选手他就会这样子做，他可以知道说，我这一次哪里没游好，我回去要怎么找答案，我需要教练怎么样的来协助我。这都是顶尖选手或是优秀的选手的时候，他会想到的事情。好，所以现在应该是女子组的部分啊，要进入到45到54岁级别。这组结束之后，下一组就会进入到男子组8岁以下的这个50公尺自由式。哇，这个差距其实也蛮大的有在练哦，有在练，厉害他这个优先抵达这个选手你可以看得出跟其他人差异他的那个手的这个反步次数比旁边的几个选手还多很多。43秒52，第4水道的汤学历。厉害也代表他的那个肌肉的那个耐受度是比一般人会好一些。好，接下来看到小男孩8岁以下的组别，50公尺自由式，报名人数总共有6组了报名人数其实蛮多的。自由式有人用蛙泳的方式，改姿势了他刚刚想起来蛙镜，稍微踩水一下，调一下蛙镜。那自由式当然不会去限制你的动作了就不会说有这些疑虑。但他这个动作其实也不算。好像也不是蛙脚，好像有点像考救生员的那个，就是检视那种感觉。对，那个姿势。有时候我们在开放水域也会用这种方式啊。那这个动作如果真的熟悉的话，可以去考救生员。现在救生员不好考救生员的确，我其实很佩服救生员，因为应该是过一段时间就必须要再去测验一样你的一个能力。是，所以他对于体能上的要求是很高的，是有要求，你必须要不断的去练习，并且维持自己的身体状况。没错。而且他对这个工作有热忱。我们都希望说救生员就真的是没事就好，对，真的希望不要出事，对，不需要动用到他救生就好了，还有。那其实一般救生员的训练真的，不是说单纯你只要会游泳就可以，或者说你游很快就可以。对，我们这次的那个世界的这个救生的比赛我们刚好也有拿到冠军这个我们也是我们的台湾之光，非常不简单。我们在救生员训练的时候，我们要拖一个假人嘛，那个有够重，那个有够重。但假人的话是不会动的，不会动，就一个橘色假人，里面装满了水，至少有50公斤。哇！所以等于说要拖回来，要拖回来。对啊，他也不会跟你配合在那边仰漂，你就是把它拖回来。但是有一部分
救生员难的地方在于，你要去救的那个人，其实通常他已经是生命已经是感受到危险了，所以他的动作，他的一些肢体的这些可能会给你乱挥乱打，对，所以会增加你救援的一个难度。没错。那甚至你去救援，如果说你是不同的角度、错误的方向进去接近他的话，有可能你自己会很难回来。对，没错。所以有时候你在救生的时候，有时候他在那边溺水的时候，你尽量要靠近他比较近的地方，不得已才下水。这个还是要让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知道一下哦。你不得已才下水，你是优先的话是要用一些旁边的漂浮物啊、竹竿啊，像刚刚我们前几场有一个丢救生圈的，我先用这种方式。非不得已的话，千万不要自己下水。那我们鼓励小朋友学游泳，也是可以学到自救的能力。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刚刚看到了。我偷看到了小朋友偷拉绳子，哇！这个裁判看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有点没力了，而且他好像真的是，我只能说这样子愿意还来参加比赛，就是勇气可嘉了。对，爸爸妈妈上来后要给他鼓励。我建议说，比赛的时候也不需要穿像刚那种那个水母衣这种哦。它其实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冬天的时候穿那个水母衣，它其实没有保暖的功能。你上来吹到风反而更冷。上来你就穿一般的泳裤，上来赶快毛巾披着。那现在有很多那种毛巾式的斗篷，那赶快套起来把身体擦干，你就连毛巾都不用披了，你还有2只手可以用。所以有时候会出现下水的时候很不想下水，很冷，但是要上来的时候，哎呦，我也不想上来，对啊，在底下就好了。是啊。8岁以下的组别，现在应该是进入第3组。所有选手也完成了这50公尺的比赛。这比赛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的状况所以当然场边这边裁判救生员必须要时时刻刻去关注对场内那个状况。刚刚我们其实就有看到有位选手他是抽筋所以场边马上就是这个救生圈就丢出来，反应很快。那其实刚刚教练你提到了这个救生员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在非得已尽量就是不要下水，对，尽量就是以救生圈能够去救援为主，因为下水就真的有很大的这种不确定跟风险。对啊，大家可以记得这个口诀，叫深抛滑。先呼救，先来请旁边的人帮忙呼救一下，打119，打110，这些呼救的方式，112也可以，大声的就请旁边人帮忙。像一般的情况，如果说观众朋友真的从事水上运动，那身体出现状况，或者说抽筋了，但是自己要用什么样子的动作来去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或者说可以在水面上待比较长的时间，是这一点教练会去建议大家可以去练什么样的姿势？是，像我们在学校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在游泳课的最后，我们都会教一些自救的方式。像我们单位也会在每年或在各级的学校来办一些小救生员的一些自救体验营。那我们平常落水的时候，一定当然不见得你会穿了泳裤嘛，对不对？也许你着了穿着衣服，穿着裤子，这时候你要如何把你身体的衣服解开？把你的衣服变成一个浮具对，那我们是把我们的袖口绑起来，然后把水拍掉，然后把空气打进去。这个时候那考验是你的踩水技巧，你能在水里面能停留的时间有多长？对，这个你如果能够延长你在这个水上的时间，
你就可以等待救援的时间可以变长，增加你的生存下来的几率。所以踩水其实蛮重要的。对，踩水其实这种还有漂浮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踩水，我们顶多踩个1-2分钟很累了嘛，没有办法撑太久，所以漂浮很重要。那我们这时候旁边借着裤子、借着衣服来增加这个救援的时间、漂浮的能力，这样子让你的获救的时间可以延伸拉长。这个就是我们在小朋友的学校里面的那个自救能力，我们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方案。而且这个部分应该是每个人真的大家都要去，至少都，如果说你不会游泳，至少也要学会万一落水之后的一些自救的办法。对，所以我们现在各级学校游泳课它其实是一个主流了，已经是一个常态了。那刚刚提到的这个抽筋的部分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抽筋它其实是一个肌肉紧缩的状态。那你相对的，你要如何抽筋，解除你的抽筋，就是把你的肌肉拉回来。小腿抽筋你就往你的脚趾扳，那你是不是你的小腿就被拉直了？大腿抽筋是不是就把你的脚跟往屁股的方向，是不是大腿就被拉直？相对的这种方式。不过抽筋当下如果说你自己要去拉的话，真的要很有勇气啦，就是盯下去就对了。对，因为当下一定是很痛，对，而且你一定很不想要去做这个拉伸的动作。对啊，没错。好，所以我们看到刚刚这应该是8岁组别的比赛，8岁以下的组别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比赛。接下来是9到10岁的组别，50公尺自由式9到10岁的男子组。在这个组别当中有10组啦，报名的人数很多。这个第3跟第5道是双胞胎，梁守墨，跟徐廷墨，其实动作还不错，速度也蛮快的现在我们也注意到说，在有自由式的它的下肢动作也现在变成我们强调的重点之一。像刚开始学蝶式的话，可能很多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脚会往下沉，是会比较低了哈。那这个动作是不是就对于你来讲，这个阻力就会增加？当然，它就是越力的话它阻力就会越增加，越比较大。这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教小朋友胸口稍微下压一点，或头下去一点。他如果不怕水的话那你的脚会比较容易浮起来，比较好踢。这个要小心啊！后面那个止滑条稍微有一点掉了对。还有小朋友怎么那么可爱啊？他是想跳又不敢跳吗？但是最后这个动作好像也不太正确，滑掉。不过下水的就是不顾一切往前冲。速度其实也蛮快的，43秒24，是9到10岁的组别第2组的选手，第2水道的刘义祥。这组别应该是报名人数很多了所以竞争应该很强没错。养成呼吸耶，你来到了10组，以后变后仰。好，小朋友第1道的小朋友也到了，这位小朋友要给他鼓励的但是如果说，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情况，如果说真的不会跳水的话，是不是还是建议就是直接水下出发，反而还比较快一点？
没错，有时候上这个跳台比较高，有时候确实会有一点恐惧的感觉。而且真的不会跳水的话，那一下砸下去还蛮痛。对，没错。游起来的时候，奇怪，怎么肚子红红的？对，怎么红红的？怎么那么害羞？没有，不是害羞，是很痛。很痛，砸下去那一下很痛。有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有高度下去的话它确实是还是会让你的身体不太舒服，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一般没有教练的状态下我们也是不建议在那个一般的游泳池、运动中心做跳水的动作，这也是非常危险。好，在这组别第6水道率先抵达终点，43秒06。速度也是非常快啊！接下来看到下一组，一样是9到10岁的50公尺自由式，一水道的选手速度非常快。其实我们看到蛮多这种龙安国小的选手还有大同国小选手都蛮多的。那个都是重点栽培的学校。那除了几间学校之外，其实有蛮多这种自己本身是俱乐部的这些选手那可能就是利用这种暑假的时间做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集训。也许他们就读学校的那个学区附近那边的学校刚好没有泳队，就把他送到俱乐部练习。会不会刚好有这个暑假才开始接触游泳？开始是初学，就马上2个月学成，直接参加比赛。有我今年暑假就看到好几个小朋友跟一个海绵一样，他学习很快如果说直接设定目标，就是在暑假开始之前，就是要报名就是已经决定9月的时候要报名这个比赛，而且设定就50公尺就好了。那感觉还蛮有机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大人有时候不用给小朋友那么多压力因为我们可以来试试看，玩玩看。我们就今年来试试看，因为他才第一天游泳，就跟他讲说要比赛，要比赛，他不知道什么状况，他连害怕都来不及害怕。对。我们在那个指导小朋友这种初学的时候或大人也是一样要如何引起他的学习动机，让他喜欢这个运动。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他一开始练习他就吃水，那他以后就觉得游泳好恐怖好，这个组别43秒97是分组最快的一个成绩。现在都开始进入到4字头了。接下来应该是第6组。好，小朋友们看到真的是后面的组别上来了，动作越好，速度越快。哇，40秒，看到40秒，那这个应该不是，这应该是第7组。第7组普遍大概就是在40几秒。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第7组的比赛那这一组我们又看到了
这个大同国小跟龙安国小的选手啊。那另外当然同组别的还有士林国小的选手。运动中心的这个也有。士林国小是有3位啦，6、7、8水道。那大同国小是第2跟第3水道，目前是排名在第1名。排名在第1的是第3水道的大同国小的林泽安。通常我们报成绩的时候，比较快的选手都会在第3、第4道，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小朋友不太了解自己的速度的时候，会报到那个9999嘛，所以在安排上水道上面，就会有一些差异。哇，也是很快哦，40秒45啊！好，林泽安。接下来是第8组。哇，这都没有换气哦。其实我们看到，哇，这应该是选手的策略啊，就是说前面先憋气，对，先不换气，看他平常是怎么样训练的啦。好，哇，这个就是有特别去计算说，他的这个换气的时间36秒，好厉害！这是新生蛟龙吴浩成，前面感觉他好像25公尺都，还是前面20公尺好像都没有换气。他有抓到一个他自己的节奏。那后面准备要冲线的时候，其实他那几下也是全开憋住。这有时候也是教练给他指定的一个策略。而且小朋友自己要去思考，就是心里要去想说，我就是差一下滑手，那要不要撑住，还是说要多换这一次？那有时候身体是很老实的，你想要这样子做，但是你真的没办法做到。对，这个就是你平常训练多少的成果，就在差异在这里。哇，很快，2位选手滑到37秒，哇，又到37秒的一个秒数了，37秒02、37秒30。这2位选手都是大同国小的选手啊。第3道的江恩宇，还有第4道的蔡奇华，亦敌亦友。那接下来进入到最后的第10组了，好，这应该是最后一组了。哇，速度也都很快，速度也都非常快，现在竞争还蛮激烈的。第4水道。这个小朋友的体格很好啊，那个手那个臂展感觉蛮长的。林宇泉，看一下最后的秒数，应该在32秒附近。哇，32秒62。第4水道的林宇泉来自台北市大同国小，又是大同国小。哇，这个小朋友游这么快，这是中年级组了哈。刚刚我们看到9到10岁的中年级组游到这种40出头的一个秒数，30出头，30出头的一个秒数，很不简单。那他的报名成绩是31秒，对，哇，这也直接是带走冠军了啊。那接下来看到是11、12岁组别啊，国小的高年级组。这组别总共有7组。白色的泳镜，白色的泳镜，若是您有遗失相关的物品，请与各大台联系。那在50公尺这个项目当中，因为距离也很短所以有些选手是这种猛冲型的。我们讲，如果说动作上、姿势上有一些不正确，但是我体能就是比其他人还要好，我就是硬敲。对，就是我们讲的简单粗暴。对，粗暴敲到底。对。但这种选手其实也行，也不错。那而且他的这种求胜意识是很强。对，有时候学校那个人手不够我们把那个田径队的人把他抓过来，你就给我敲到底。
还有那个全校那个接力比赛，嗯，我们有看过那个田径队的，还不输泳队啊，整个像开电风扇一样。但是这样子类型的选手，通常大概会在比赛可能就年龄层比较小的时候是可以发挥啦。但如果说真的年纪开始大了变成成人组的时候，大家技术都很好，体能也都很好的情况下，就很难了。对，那人家真的有练呐，对啊。等一下看到第5、第6道这2个孩子也是蛮特别的，有机会的话跟各位观众也可以了解一下。有些孩子现在是第2组了吗？对，第2组，第5到第6道是调适性运动休闲协会的选手。对，我们所谓的调适性运动，它跟适应体育是相同的概念就是我们一些特殊族群、特别的孩子他需要设定特别的运动规划、运动模式、运动标准运动处方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选手，那我们看他虽然是好手好脚可是他在心智上面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比方说他有一些亚斯自闭症自闭症就不是不讲话就叫自闭症，那自闭症光谱上面有很多的特别的状况这个孩子在我们所谓身心障碍的会长杯也拿过奖牌，哇，他对自己非常期许非常高，最近也拿了那个嘉兴水泥的奖学金。这位是邱全佑，哇，其实他的实力还不错他游到了45秒。他上次在这个奖学金的这个博览会上面他就预告说他这次比赛要45秒，他达到了。所以在游泳这件事情上面，至少帮助选手去找到自己的一些自信。对，没错。重点是我们希望这样的孩子类推到他的生活上面，让他可以接受挫折，让他定他的目标。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第3组别，这个组别第1道的选手很快，第1水道是谢东君，他也是新生蛟龙，这是新生国小，也是人才辈出这边的学校，大家家长们都很愿意栽培。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城乡差距的上面的关系我们有些比较偏乡的学校可能就没有这样的资源，所以我们也会常常会有派老师去一些偏乡的学校服务这样子。最后他的成绩是34秒96，是非常快的一个成绩国小组34秒96。对。所以你待会，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人家会下去还是上来，我不知道等下会洗澡。还有人在好像接力。看明天有没有？好，接下来下一个组别第4组，报名成绩都在40秒附近。有时候现在他这样的成绩我们11、12岁虽然说跟有些组别比较起来没有比较快，可是也许他比较晚才开始练习学游泳。那我们人生那么长倒是不用太去追求我们国小那么多的成绩。我们如何延长运动员的一个运动寿命？这个也是国内目前其实蛮多人在讨论的事情，就是我们小朋友的运动能力、运动的实力，好像在国际上是有这个跟其他国家角逐的这样子的机会，但是如果说真的到成人组，好像就有一段落差。是啊，这个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啊，也许还有包含我们没有职业队，我没有办法靠这个运动养活我自己，那我是不是要该转一个项目，那把这个游泳的这个技术变成一个我休闲平常的运动？这有时候也是呼吁一下我们企业，可以认领泳队啊，对啊，对不对？多多的赞助我们选手，支持我们的选手。
不过我想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全面的了哈，也不一定说只是一个单一的原因。对，你看像，其实大家最近也都是在讨论我们的棒球的一些成绩，我们的小朋友都很厉害。对，优质的这个 U18以下的这种成绩，其实都是很真厉害，真的厉害。对，但是如果说真的到成棒，哇，真的要去比的话，国家队出去比的话，有时候就会觉得打得很辛苦了哈。不过我想，至少在国内目前的一个整体的全民运动是推得还蛮不错的，还不错。对。那虽然说竞技成绩也是一方面但是整体的一个全民运动，目前不管是游泳，游泳这个项目去其他的这种游泳池看到都是爆满的一个情况。对。那羽毛球场其实也是一位难求了。对，现在正行了。对。那甚至我们今年奥运在拳击赛上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开始拳馆的招生都已经是额满了，哇！开始大多的去练拳击了。所以至少全民运动这项，我们其实有蛮多观众是愿意去参与这项运动。对啊，我们台北市这个运动中心的密集度算是很高的，对，都有在规划。那未来的教育部体育署体育署就未来会再升级。接着进行69项最后一组，第7组。之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变成体育部。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这应该是11到12岁组的最后一组，对，第7组了。那刚刚提到这么多的项目这些选手他们在平常的放松练习中，游泳也是他们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来放松身体的肌肉，恢复肌肉的弹性，让他的肌肉的疲劳度可以降低一些，减低运动的伤害。现在最后的第7组，有比较长的这个准备的时间，看看不知道是不是场地有什么泳池是不是什么问题什么状况，还是现在选手已经就定位了。好，11、12岁组的最后的一个组别，速度很快哦。看这个组别有没有机会出现2开头，有机会哦。我来看到这个远从新组过来比赛，哇，差一点点，第4水道30秒22，韩新瑞韩新瑞游出了30秒22他的报名成绩是29秒就差一点今天看到好几个选手都这样子，跟他报名的稍微差了一点点可能真的可以来探讨一下，是不是水温对他来说是有点影响。接下来这一个第2水道的梁定伟，他这个孩子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心智上面的特别的同学。那这个孩子我蛮早就认识他的，他在肌肉上面有一个低张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在肌力上面的训练他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他今天能成为我们看似游泳很简单他今天能成为这个游泳的运动员其实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哇，那这个出发准备的时间比较久了。那其实在水下他这样一直撑着，还蛮累的哦。没关系，给他练一下。练一下可能会没力，所以可以先稍微放松一下。因为这也是比赛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说
裁判，你知道说裁判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到那个预备的那个时间，你可以先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对。好，所以现在先抓着旁边的这个还在准备绳子哈。现在才吹哨。好，现在各就各位，出发。13、14岁组的50公尺自由式的第一组，这个年纪有分为3组比赛。目前看到第3道的林廷恩，速度非常的快。刚刚是陈弘洋嘛，对，第3道。第4道陈弘洋，第3道。第3道林廷恩有出了30秒92的一个成绩，是非常快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梁丁维也进入到终点。这是13到14岁组别的第一组的比赛啊，这个组别有3组啊，现在第2组准备要上场。自由式50公尺就是拼了啦，就不用再去想其他的事情，100%全力的冲刺就对了。有时候这种50公尺真的是拼求胜跟意志力。对，就说你的求胜这个也是到5公尺的就是没再换气了。好，我们第一次看到2开头了。第4水道的江环宇，江恒宇，他是运波的选手啊。第一次看到29秒的一个秒数了，那就看看现在第3组了。这个也是最激烈的，速度应该是更快。好，从整个跳水的一个整体动作来看，就水准还不错。哇，这个速度也真的是蛮快的。第1道，这应该是第2道，5、6、7道都非常的接近。这个要看哦，第7道还是第5道？第5道比较快啊，第5道27秒91。第5道是林书俊。这一组开始。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15到17岁的组别。刚我们看到上一组别林书俊是游出了这种非常快的一个成绩啊，用2开头的成绩，而且27秒啊。13到14岁是国中组了。他这个第4道他本来也不是选手啊，讲他的故事哦。他平常都在陪他以前是陪哥哥一起练习的，然后现在变成越有兴趣，越有成绩了，就成为帮哥哥的一个陪练员。那他的哥哥是我们这次的世界中等学校运动会代表队的中华队选手，但他是属于声音障碍类里面的智能障碍。那他平常就是陪着哥哥一起练习，那现在也游出一点速度了。我们也鼓励他来比赛。哇，第4道的林泰也不错游出了32秒99了哈。这个应该是他的最佳成绩哦。
啊，最快的这个组别最快是杨志奎啊，也是游出27秒。不简单，他陪练陪到变成32秒，也是很厉害啊。对啊。那我们待会这一组也是一样有2个孩子，刚刚有提到林伟胜这次要代表中华队去参加世界中等学校运动会身心障碍这个组别。第一道也是叫吴俊佑，他也是代表中华队去参加世界中等学校运动会。那他有2个项目都有入选中华队，一个是田径，一个是游泳，但是只能选一个所以他就是去比田径。那我们还是鼓励他一直维持这个游泳的习惯。他是一个视障的选手，视觉障碍。现在是就读台北市立启明学校。所以真的今天这样看下来，蛮多这个协劳性运动协会的选手来参加，来报名参加了是。那我想这个只能透过家里面的人的鼓励啊，那另外还要小朋友要遇到很好的教练啊，才有办法带领这样子的小朋友在游泳的这个运动当中不断的去努力。他们这个启明学校的这个总教练岳宣福刚刚早上也比一个200公尺的混合式，也是取得不错的成绩。那接下来他也是会跟着一起去他们这次世中运的一个比赛。这次的世界中等学校运动会在中东的一个国家叫巴林。很多人以为是巴黎，其实是叫巴林，它在波斯湾的旁边。全世界最优秀的中等学校的运动员都会在那边进行比赛。那一个比赛的成分现在的趋势潮流已经变成说，好的比赛里面，我们也会让身心障碍或特别的孩子、特别的族群一起共同的参与，共融的社会。像运博这次办的比赛就非常的友善，让这个比赛的元素更加的多元，让这些身心障碍的特殊族群也一同的同场较劲。比赛的包容性很大，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年纪啦，不管你的性别，你想要报名的话，那当然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年如果说看完了我们的转播，你自己本身是长期有在游泳，或者是你只是对游泳有兴趣，那明年可以一起来参加对这个。我想这个都是一个经验对，那很多可能就是把游泳当成一个兴趣，但是从来没有参加过游泳比赛的，也非常建议你来。对，这些裁判老师都是在全国赛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有经验的非常厉害的裁判老师。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计分板、计分系统是不是出现问题所以比赛现在是中断了。那等裁判这边要去把场边的这些计时系统给处理好之后再恢复。那目前是15到17岁组的50公尺自由式的然后前面第一组比完之后，现在第2组在旁边等待。这个第8道的林伟胜他是这次的世界中等学校运动会这个智能障碍组的中华队代表选手。因为他的口语能力比较弱，他就是我们常常标准的自闭症，加上他是智能障碍嘛，他是中度的智能障碍选手。虽然他的口语能力比较弱，但他可以感受到这个氛围，所以可以请以后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我们在社会上遇到这样的孩子，多多给他鼓励。虽然不会讲话，虽然不善于表达，但他可以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然后我们旁边重要的人给他的支持，他是可以感受得到。而且其实大家会觉得说，这样的选手，这样子的这个小朋友他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体育选手、运动选手，但是其实他也是中华队。他也是中华队，他也是台湾之光。对，希望他这次可以替我们中华队拿到奖牌。场边裁判现在应该是很紧张，要赶快把这个问题给处理好。电脑。因为比赛其实也进行蛮长的一个时间了那
这个天气也算是蛮热的，有可能就真的是出现热档。那场边的裁判现在焦头烂额，紧急处理一下，对，赶快想办法看是不是重开机还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选手临场会遇到的一些特别的状况这都是你比赛的经验之一。有这样的状况，你如何调整一下你的呼吸？你坐在池边的时候，你坐在那个选手的休息区的时候，你可以做哪些准备？如果说是遇到这种计时电子计时器的一个问题的话，会不会最终一直没有办法修复的话，变成是以手按的方式去执行？也有可能只要我们的那个主要的裁判长有指示的话，我们也有可能会这样子做。所以这部分就真的蛮考验大会的一些临场的应变能力。是，我相信裁判都是很有经验还是希望说用这个电子的计时会比较精准，而且比较公平是，那手按的话，那是非不得已再去。通常都会也会加一个码表手按。它不但它有个电子计分之外，它有个码表手按。那这个我们如果有特殊的状况的话，裁判长指示还会有技术委员在旁边的那个指导。它等于算是一个预备方案。对，预备方案没错。如果说万一这一组游完之后，成绩突然间跑掉了，不见了，对，那就看得到手按的这个参考成绩来去做登录。对。好，所以场边的裁判现在正在积极处理场上这个发生的计时系统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组别的选手在等待。所以这场比赛现在看起来有点危险这个后面的选手可能在节奏上都已经热身好了现在还要用比较长的时间，花比较长的时间。那如果说比赛今天这样看起来，如果比得比较晚的话，天色昏暗的情况下，现场会开灯吗？会啊，一定会开灯。去年就比到8点嘛。那整个现场的那个状况，如果说是开灯去进行的话，跟一般我们像这种下午早上的比赛，对于选手来讲会有什么影响？我倒觉得，因为今天的水温已经晒的，前2天的天气已经晒得蛮热的，我倒觉得比较不会有这种很冷突然间温差很大的状况。在视觉上的话，可能你在挖镜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到晚上的时候太阳没那么强，你在选择使用挖镜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选择比较透一点的？这也是一种方式。像我们今天比赛，我看到很多选手都很厉害，他们都会带一些电镀的挖镜，因为今天的折射比较多嘛，他带一些电镀的挖镜。那你到了晚上，是不是你的挖镜可以挑选一下你的预备的装备，就可以拿出来使用。注意一下这个折射，有时候你突然间被反射一下，你可能觉得不舒服。或者是你距离就没抓准，你最后触墙可能少划一个手，或多划一个手戳到墙，会不舒服。所以晚上开灯，其实有时候，这个光线是会蛮强的了那个灯的光线是蛮强的，刚好折射的时候，对。所以加上这个水波纹所以这个是选手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对，没错。好，所以我们现场目前看起来应该要处理一段时间。是，那我可以顺便再讲一下我们这个第一水道刚好就会有一个陪伴者在这边。那有时候陪伴者会变成在正式比赛上面可能不一定会有陪伴者，但是视觉障碍的运动那个游泳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所谓的点头员，就是他快要到的时候，我可以用点头棒点他的头，让他知道他快到了，他就可以做一个转身的动作。这个是身心障碍者的运动，跟一般的游泳比赛是不太一样，会多一个人在池边，这是被允许的。教练，你是说在这个折返点吗？对，比方说他有100公尺自由式好了，他就过去了，对面就会有一个点头员。对。全国的身心障碍运动会的时候，它有转播。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就会看到，跟一般选手上面有点不太一样。那因为今天我知道说有一个全盲的选手，他今天刚好没来，也许明天会出现。全盲的更特别，他在属于他专属的身心障碍的运动会或者是国际性的比赛，起来上岸的时候，裁判会检查他的蛙镜是不是完全不透光的。为了公平起见，他的装备也要
也要做一些这样的检查。那当然，他们这些身心障碍者还有一个所谓的分级制度。我们 S1 级到 S10 级，它是属于身体上的一些状况。那 S11 级到13级的话，它是视觉上面的状况。那 14级的话是智力上。S15级的话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自闭症。那 14级的话，它是有一个全世界的比赛。每4年会有一次的 INES 的比赛，专门是否智能障碍的选手去比的，所以它也是全世界很强的强度的比赛。帕运也有，不只是肢体上面的。那视觉上的话是从 S11级，就是数字越小的话状况是比较不好，数字大一点的话是状况比较好。也就是说 S11级的话，它是全盲看不到的。S12跟13的话，它还是有参与的视力。那目前国内有类似这样子的比赛吗？有啊，我们的刚刚提到的会长杯，或者是2年1度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他们都有这样的专属的比赛。不仅是国内有，国外也有很多。所以刚刚也提到说，他们这次比的那个世界中等学校运动会，我们这次的中华代表团除了一般生优秀的运动员之外，还有这几个孩子。也是代表了中华队去参加他的那个身心障碍的这个组别。刚提到了一个好的运动比赛里面，我们就会搭配这样的一个融合的特别的特殊族群来一起参与。也跟主播刚刚提到的一样，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啊，这个比赛可以更加的融合。至少在国内，他们就有一些出赛的机会了。对，那也希望这样的比赛可以越来越多。对，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能够参加到这些比赛，也算是蛮不容易的。大部分的比赛都是以一般生的这种角度去举办的。对，其实我们现在大专杯也在推啦，我们是未来说希望大专杯也有这样的组别，增加一组身心障碍组这样子。好，现在看要重新的插拔，这个应该是更换其他的器材更换新的器材。这个好像是电子仪表板，应该是刚刚应该是那个电子风鸣器吧？全部插新的这条线，哇，那可能真的就是主机这边直接换掉。好，辛苦了我们的裁判老师。这个为了一场比赛其实真的有很多眉眉角角了真的要举办一场比赛，其实需要动用到很多的人力，而且没那么容易必须要非常有经验。对于这些器材啦、设备都要有一定的了解。要看看是不是已经解决了。等一下应该可以看到各水道的裁判老师会拍打一下那个感应器，可以测试一下它的那个计分有没有问题。还是说刚刚只是测试这台有没有用？要看一下。等于说现在好像这边是终点了那起点这边也选手可能还是持续在休息的一个状况。中华民国调试性运动休闲协会吴俊佑，第2水道梦想体育学院叶玉。那目前应该是看起来应该还需要有一段时间让裁判来去做调整第4水道，那我们先短暂的休息一下待会这个已经开始唱名了吗？趁这个时候来介绍一下选手。对，其实这个也是比赛时候会有的只是说那今天因为赛程比较紧凑啦，所以就是直接是省略了这个步骤。那是不是要上来了？
哎呦，好像可以，好像要来喽。那看起来应该是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专注在速度上面之外，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小朋友比赛的状况。好，这个是在15到17岁组别第2组的比赛。目前第5水道的选手史承义这速度非常快。记得早上他好像也有参加其他的项目。好，也是2开头啊，而且是26秒59，是目前看到最快的一个成绩了。今天看到50公尺自由是最快的一个成绩，26秒59。那待会要看这个第3组了。最后一组，15到17岁最后一组。这组也是非常激烈啊。第5道跟第1水道，哇，竞争非常激烈。第5水道是陈彦妮，这个脚非常有力量。26秒17，而25秒52，哇，这个真的是越来越快。15到17岁组25秒52，目前测到最快的一个成绩，恭喜他陈彦妮拿下了这个组别的冠军。接下来是18到24岁的这个组别只有1组，5位选手那只有3位到场速度也不错，这等于是大专杯的年纪了。这个感觉也大概是26秒，速度也不错。有说26秒是第4道的林奕轩，我们恭喜他。接下来是25到34岁的组别。我们可以注意到第4道这位选手，他是属于我们刚刚提到的特别的族群的 S9 级。但是他的下肢还有一只只有1条腿的概念，对。那他也是我们这次那个全国的身心障碍运动会仰视的纪录保持人。你可以看到1条腿踢得很快而且速度其实也没有落后太多。对啊。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到1条腿它的平衡度它的肌力这些会遇到的困难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平常1条腿的时候你是如何移动的。哇，他游出32秒49的成绩了。目前就读国立体育大学的适应体育学系，非常的佩服啦，好厉害。现在我们看这个是25到34岁组，这应该是已经35、44岁了。对，35到44岁的第1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有很多的受限，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游泳比赛我一定不行。对但是其实比你更困难的人，他都愿意去突破了。对。那刚我们这个孩子陈元浩，他是因为小时候因为有骨癌的关系被迫要截肢，妈妈也是帮他下了这个决定没办法，怕这个骨癌的细胞蔓延，就把它截肢了。那本来是要做一些复健的运动，后来发现他其实不错，就他就走了这条路了，成为选手，然后就读体育大学这样。很快的，现在来到了第2组，35到44岁的第2组，所以生活上其实有很多的不便但是我想真的是
很佩服他们啊，愿意这样子来比赛，而且成绩真的也有的还蛮不错的，有了32秒，哇，很厉害。那另外一个记录也是200公尺混合式的金牌，全国的目前最速这个级别最快的。刚刚教练提到他是 S9，数字越大代表的是什么？状况比较好一点，有时候连 S1 组、S1、S2、S3 都没有选手。因为这个状况是太糟糕，就是现在前一阵子在比那个帕运嘛，就可以看到没有两只手都没有了，他50公尺自由式怎么有？2只脚一直踢到底，头去撞墙。哇，这个就是很卖命来真的就是把游泳场上就是当成是他的战场。对，我们就称为生命的斗士啊，对吧？接下来就是45到54岁组别有2组啊。第一组这边第一位选手已经抵达终点啊，第三道的江国兴，32秒51，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哇，刚刚失去一条腿，还可以游出32秒的成绩，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是啊，未来他也是我们主要栽培一些选手可以去比中华队代表中华队去比帕奥的。那帕奥它就是每一届的奥运结束之后1个月内在同一个场馆里面举办的一个比赛。接下来是45到54岁的第2组，前面最快的成绩是32秒。应该在31秒附近，31秒61。第5道的欧阳世煌，这些都维持得非常好啊，平常都有保持运动的习惯。养成这个运动的习惯的话你也可以非常的有这种自律的概念。55岁以上50公尺自由式，现在正式的进入到55岁以上最高年龄的一个级别。这个级别有2组，其实不慢哦。速度还蛮快的。哇，这个是32秒哇，这也32秒。31秒99，哇，厉害！第6水道许立宏，那还有一位选手还在奋斗，不过他帮他加油啦，鼓励他回去的时候下肢可以多练一点，他下肢比他稍微沉一点。第5道的黄龙冠，现在他也抵达了终点。接下来是第2组，哇！第七水道，流星雨，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浪漫。
其实你在力量不够的时候，我们现在也鼓励一些选手用直臂的方式入水，这样不一定要曲肘，用直臂的方式入水，它力量也蛮大的。所有选手都已经抵达终点啊，这是55岁组别的最后一组的比赛了。所以我们看完了在男子组50公尺自由式的比赛之后，现在要来看的是女子组的比赛。这个比什么赛啊？那上面2个是救生员，是不是？8岁以下，看看2位。有2位小朋友小女孩。小朋友因为四肢还比较细了所以他们这种抓水的效率没有到很好。小朋友的身体发展通常都是从内到外所以你看小婴儿头都很大，有没有？就是从里面比较靠近身体的中间，然后再慢慢的往四肢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做一些教学指导的时候，要注意小朋友的身体发展。有时候阻力的训练要特别的小心一下不要让他受伤。哇，这个对他们来讲有点累咯。50公尺不容易没那么简单哇，小朋友已经游到了神边了。最后完成，下巴要完成。知道那我拍另外给你看吗？更奇葩。这个让我想到以前刚开始学游泳的那种情况，游到最后没力的时候，都会觉得只要能够前进就好了。对。好，最后想办法要完赛。很好。第4水道的黄晨宇也完赛了。那接下来要来进入到第2组。这一组可能都需要场边裁判帮忙协助。对，要帮忙协助下水，因为小朋友的身高其实真的不够，所以下水要去抓这个浮杆不太容易了。8岁不能跳水啊！一直掉在那边也是很累对啊，好像不能8岁以下不能跳水。因为这个杆子对小朋友来讲太远了。对，它这个杆子其实是仰式出发的拉的那个拉台，因为这个是比较属于旧式的跳台新的话，新的仰式的出发还会有一个像一个绳梯的挂在那个跳台上面。好，8岁以下的第2组50公尺自由式。哇，小朋友可以做到这样的动作就已经是很棒了。非常不容易。第2水道，李承言。他这个单位的名字就取得很有创意了暖心没有派对。他也是很厉害，不怕水很深平常就有在练习了。我们也是非常鼓励小朋友学习游泳之后，也可以挑战一下三铁你只要游得好，你三铁成绩就不会太差。有时候三铁的输赢的胜负的关键反而是在游泳的部分。
因为其他可能在路上运动上面差距还不会到太大。对，但是会不会有就差很多。对，会不会有就差蛮多的。好，现在最后一位小朋友，还有第一道的第一水道的小朋友也快要到终点了。年纪大了，大家就放一大堆什么来学歌，那他们来的突然就是放日月潭的课。接下来是第3组，8岁以下第3组的选手。哎，真的嘞，啊有啦，有2个那个啦。小朋友就是蹲太久了就起来说：“哎，阿喜后啊不会啊，还没有。”好，这个跳水之后溅起的水花也比较大啊。这旁边的裁判应该都习惯了。其实，在跳水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核心的力量。小朋友可能在核心的力量的上面，还是跟成人或者是中高年级的孩子还是有点落差。第一道好像有点中空。看小朋友身体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了。8岁以下的年龄要完成50公尺真的不容易了。一般来说，这个年龄层，如果平常真的是训练的话，就平常如果是这个休闲让小朋友学游泳的话，可能20公尺、25公尺就差不多。是。我们可以发现游得好的孩子脚都踢得不错。所以踢脚可以说是游泳的刚开始要学习的东西了哈。对。学游泳刚开始就是拿了一个浮板之后开始打水，这边抓到缰绳，抓到这个绳子，稍微休息一下。50公尺真的不容易啊。对，快到了，撑住。打水真的到累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前进的，就是你会感觉怎么踢好像我怎么在后退。我们现在都称为它这个叫疲劳的阀值啊，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的状态之下，它可能就会踢不太动，就是我们俗称的那种踢腿啊。好，接下来这是第4组，8岁以下的第4组的选手。这一组平均的实力就很好咯，看得出来有落差在电视机或者是转播那个前面的观众我觉得你也可以拿着那个码表来看一下你可以预测一下这个孩子大概可以游到多快你对于速度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概念？一个这个像水稻绳它一段的距离每一段像这个蓝色这一段，它2侧都是蓝色嘛，蓝色就是代表快到终点，它这段刚好就是5公尺。那你可以换算一下，它每一段的速度是多少？它在哪一段加速比较快？你可以自己按码表感受一下。这可能就是你对这有兴趣的话，对教练会去做的事情了，所以要再把它叫回来。前面有发生过一次。哇，小朋友很可爱，那其他人还好还叫得回来。好，所以这个要再从旁边再上来一次。这都经验啊。那多跳了一次，
多跑了这一次上来之后，你的体能就是可能会消耗一些了。我们看裁判再给他一次机会。哦，现在才吹哨，对，他刚上去还没吹哨就先走了哈。那他们好像也有的是自己可能不是那么适应这个跳水台了哈，那重心不稳，对，就不小心就掉下去了。77项第5组。好，这是第5组。哦，这个好像游的又更快了啊！比上一组的选手看起来速度又更快。哇，这领先的距离还蛮长的。第4水道。43秒46，洪维新。8岁以下游到43秒，很厉害，很快。好，最后一组。第4道啊，第4水道的选手现在领先只有半个身位。这个是龙安的哈，龙安国小的王宇飞，这个泳帽，速度是真的快哦。哇，8岁的不到8岁的年纪游不到35秒了，哇，真的是厉害。34秒97，要好好栽培啊。接下来看到是9到10岁的组别。9到10岁在这个年龄层总共是有7组。场中进行的是78项次9至10岁女子组50公尺自由式共7组的第1组。第一组这边是有6位选手，目前看起来第4水道的选手是最快的，但是跟第2水道选手差距没有到很大。好，就成绩大概是在45、46秒附近。第4水道的赖千珍拿到了45秒80的成绩。还有一位选手，好，最后也是抵达终点。现在第2组别。第2组要上来，这里有经验的选手可能稍微放松一下，因为现在还没有吹预备哨啊。
对，这第一声是准备哈预备，结果小朋友以为已经出发。好，这是第二组哈，9到10岁的第二组，50公尺自由式。现在教练在修正这些孩子的动作都蛮细心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孩子的调整动作上面的调整都还蛮不错的。也非常感谢家长对于这种小朋友的运动教育的投入这个都要靠家长来帮忙。早上很早就要把小朋友送到学校。好，第一位选手抵达终点了，有出了48秒73的成绩。这是第5道的张以杰。都比他们预报的成绩好，那就都有进步啊。暑假有在练哦。接下来第3组。我这个有在追，蛮接近的，但是有办法追到吗？因为距离很短那马上要到终点线了。还有5公尺，追到剩半个身体了。还是差一点但是看起来好像，其实第6道反而还比较接近一点，就是第5水道游出了44秒96。林路游出了44秒96的一个成绩。9到10岁的第4组，还好啦，没照。老公进行78项第4组。这一组，哇，看到3开头了，哇，真的很快，哇，39秒35啊，这都中年级的孩子很快。马若云第3水道的马若云游出了39秒35的一个成绩，他是来自天泳培训，就是中年级的选手中年级的这样子的年纪9到10岁。他这个天泳培训的老板，他曾经也是一个运动员，他这次自己也有来报名参加比赛。好，接下来第5组，我们看到这组别越往后面这选手的动作是越好，速度也越快。这个运动训练就是没有捷径1分耕耘1分收获。尤其是这种竞速型的运动，竞速、游泳、田径，都是如此，而且其实还蛮辛苦的。对，真的辛苦了。因为每一次的训练，其实你都要把自己逼到极限才会有效果。真的。第5水道40秒，第4水道40秒，也是40秒，40秒51跟40秒47，非常好的成绩
这应该是第6组了。也是第5水道这边比较快一点啊。黄宇慈，又是这个龙安国小。哇，也是3 3开头哦，37秒、38秒、39秒，3位选手游进40秒内。这一组实力也非常的好。哇，这一组有人报31秒这么厉害！哇，看一下第7组，国小3年级的年纪啦，哦，3、4年级的。第4水道的王晨飞，就是报31秒的选手，他现在速度是最快的。哇，这个是碾压其他对手的速度，我这个真的很快。31秒84的，这个完全没有悬念了，拿到这次的冠军哈。在9到10岁的这个组别当中，31秒84。有很多运动科学的仪器器材也会在研究一下这些孩子这些选手，对，这组合比他们这些孩子这些运动员他旁边的拨完水之后的水的流向它的漩涡的形状这样这是有一些运动科学在专门在做这些研究。但有些东西就是真的要从最刚开始的基本去练习。对，没错。当然刚刚提到这些是比较顶尖的。哇，速度很快耶！哇，这也是3开头的啊，在9到10岁跟11到12岁啊，等于说并组的一个情况下，第5水道啊，这应该是其他组别进来的啊。有出了37秒75的一个成绩啊，那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进入到最后的终点。接下来是第3组，11、12岁国小的高年级组啊，第3组。跳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个脚趾尽量把它扣紧一下池边跳出去蹬出去的力量会比较大一点，也比较不容易滑掉。好，这一组其实也蛮竞争的，看起来每位选手实力好像都差不多。这个有6组后面最后一个也是有人报20几秒的女生。
哇，这就真的很厉害啊！国小了。好，第一位选手进来，应该是44秒24。好，是第7道的选手啊，林玉山。这第2组啊，那现在第3组。大哥，不好意思。第谁？哇，第3组其实也蛮接近的，实力相当哦。接近的比赛哈，这种跟旁边的选手这么靠近的情况下，会激发出选手这种求胜的欲望。对，没错。所以就看最后的这几公尺，好，43秒29。我要注意一下，到了接近它快要终点的时候，脚也不要放掉，继续的踢。好，最后是41秒86啊，第5水道谭晨曦。进入到第4组。哇，这一组的竞争也很激烈。现在中间我们看到3、4、5道非常的接近，甚至第1道也有机会来角逐。第8道的速度也很快。哇，又是龙安的哦。看起来是第3水道稍微快了一点啊，37秒05。第3水道是黄心明。第5组的比赛啊，第5组马上啊，这边很快就下水了，又回不到刚刚的节奏了。现在几乎每一组别都很竞争了啊，每一组别其实差距都不大。第6水道速度快，第2水道的速度也不错。哇，也是很接近哦，但看起来好像是第6水道是不是稍微快一点？我觉得是第2道稍微快一点，第2道是36秒5啊。张如静哈，来自3重国民运动中心，有出了36秒50的一个成绩。那接下来看到最后一组了啊，第6组。这个中间的竞争很激烈。哇，第4水道对，第4、第5甚至第3水道都有能力要来角逐这个第1名。我看起来第4水道这边率先要抵达终点，应该是31秒左右的一个成绩。看一下，31秒21，第4水道的周采洁，厉害。他换气的技巧蛮
特别的，它的那个角度非常的低，嗯，阻力变得很小。好，13到14岁组别的第一组，也是50公尺的自由式。这个年龄层有分2组啊，有2组比赛。3位选手也可以说是蛮接近的啊，前面这3位。而且速度也都蛮快的哈，都是37、38秒左右的水准。国小刚毕业啊，国中的一个年纪。那马上要来看是第2组，13、14岁女子50公尺自由式。第2组有8位选手，那其中第2道、第7道跟第8道是请假。第5道选手很快，第5水道、第4水道现在速度也有追上来哦。这个脚是踢得很好，我们看到有的快的，后面尾劲快的脚都踢得不错。哇，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但是哇，秒数30秒24跟30秒32，吼吼吼吼吼，这个速度很快啊，也很有竞争力的。不过看起来好像没有游到他们的最佳的成绩了啊，因为报名成绩是在28秒、29秒。这一组是并组的，从15到17岁到18、24以及25到34，所以在这个年龄层好像真的参与的选手就比较少，偏少一些啊。好，看是不是出现2开头吗？第2水道的选手，哇，第3水道的啊，30秒58，好，也是不错的成绩了。李若婷，接下来看到是35到44岁的这个组别，总共有4位选手。这个是不是之前的蛙式的选手了哈？就是曾经的蛙后。对，陈佩云哈。那前面的蛙式他也是拿下第1名的哈。那杰士当然也难不倒他。对。这个差距应该是很快就会50公尺一下去就冲了。嗯。其实有短距离有时候也不用想太多啊，就真的是不用想太多，就直接是100%直接爆发出来就可以。对。有些人还是会有习惯的先潜水一下哦，但是50公尺的话，倒不如就是直接就冲了就开了哦。好，这一组也是很快就结束了哦，30秒25，陈佩云的一个成绩。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第2组别，35到44岁的第2组。哇，这个就是火力全开了。对啊，这个黄凯杰是龙安的教练。嗯。在龙安的当国小的那个体育组长的样子，是不是？哇，这个是已经扒过去了。对，也是师大毕业的
哇，也都大概就是在30秒附近啊，30秒88。第3水道的黄凯杰。他3铁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异。接下来年龄往上加，来到45到54岁的组别，这个组别也是有2组。我这个都没再换气呢。哇！好，换了，终于换了。前面就是全力吹了哈，不叫他换他不换的。他就是认真到忘记呼吸的类型。这个策略非常明确。哇，所以50公尺他换了3次3次的换气啊，完成了这50公尺，压在40秒内。第3水道的尤佑真，这每位选手的策略。确实，在50这个短池的冲刺的时候，短距离冲刺的时候，换气要稍微少一点，让阻力减低一点。好，还有一位选手正在奋斗。好，最后一位选手也完成了比赛。接下来是要继续看到是45到54岁的第2组。第7水道也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13级的这个12、13级的这个视障的孩子的妈妈也是陪着练了之后就变成选手了。而且他自己也很厉害，很快很认真在练。这个第7水道的妈妈林之颖。对，好，那第4道是汤学弟前面也都是拿的短兵相接。对，又是他。那没办法，这个厉害的人就是遇到了，厉害的人就是你不管是什么事都会有了而且速度都很快。差2秒也很快了，这应该是他的最佳成绩了。36秒97第7道的林志颖，今天回家很高兴。要好好补充一下，成绩换算起来比他儿子还快。好，55岁以上的等级，我们来看到，在这个组别只有1组。这个不慢这个效率非常好。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说，比较快的人，他的踢脚都不差，脚是几乎跟水面是平行的对，他是会高出水面一些，他的加压的动作，跟甩腿的动作。鞭打的效应能不能做到很好？好，大概是在40秒附近。这个有经验的选手都是会把脚踢到最后的，没有再放。好，第6水道40秒93，吴佳云。好，所以在这一组比完之后，那今天等于说是在个人赛的部分应该是已经结束了待会就要进入到4×50公尺的混合式接力的比赛。是。好，那混合式接力当然，
就教练可能就需要每队的教练就需要去做一些安排跟一些规划啦。第一个是在棒次上的规划，那第一个在泳姿上面的那些看哪一位选手比较适合怎么样的方式了哈。是待会看到是8岁以下的这个年纪啊。那今天我们这样看的话，9到10岁，其实参加的组数也不少哦，不少啊，对啊。那4乘50等于说是总共就是有200公尺的一个距离。那特别注意这个接力的部分要触墙才能跳，千万不要犯规这个部分，裁判一定是会抓得很严，对他们会严格把关的。那看看，这个也是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的一个项目了。因为这是有团队合作的一个，对，很刺激。就跟小时候的那种大队接力很像，输赢不是只有自己的事啊，对，是整队的事情。好，目前看起来场边应该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做整理了哈。那选手也还没有上场，我们先短暂的休息一下，好，待会再回到接力的一个比赛。就只有那个人体，然后还有那个，好，陈姐是跟谁啊？那是跟黄玉，跟这个亚洲第一的，你怎么就完？我跟他黄玉比赛一下，因为我爸会来啊。他今天也是训练的，没有去过啊？你就有去过？有啊，有去过。现在都不知道我会来。因为他们觉得想不到我来卖泡黄鱼。我们普通是，他是对啊，然后他是说我必须要加4，我觉得。好，现在我们在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要进入到这个混合的接力的比赛了哈。那前面我们看到这个个人组呢当然是个人的比赛，这没有差。但是混合的接力，这是关系到团队的一个输赢，所以小朋友应该第一棒已经出发了，第一棒的仰视，现在看到4队，这是8岁以下的男子组混合接力，那只有一组的比赛有4队是龙安国小北大的 Export， 还有台大乌智泳队跟天泳培训。在第一棒这边已经出发的情况下，仰泳混合接力的话，它第一个的泳姿就是仰视，跟个人的混合是不一样的。个人的话就是蝶式是最先的。打到边身，有时候有仰视确实有点，因为这个室外它有时候没有个屋顶的一些线索可以瞄准，所以有时候不小心它会打到水稻绳，会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好，所以现在第2棒出发，蛙泳。这个天母泳训的领先。
我还看了一下，看一下其他人在哪边。这是第6道的天勇培训的选手了啊，目前是暂时排名第1位。啊，再看一下，他是在找镜头了，他不是在找对手。主播有 take 到他。天幕永训这个老板，他本身也是游泳的运动员，那稍早他自己也有比赛，他也是非常在关注这个身心障碍的游泳运动，本身他自己也有带一些身心障碍的运动员参加比赛。进入到第3棒了，第3棒的蝶泳，这个年纪其实要学蝶泳也蛮不容易，也不容易。对，光要学会这样子的泳姿就很难了哈，还要能出来比赛。我要追过去了。哇，这边第3棒追过去了。这小朋友最刺激的自由式哦。对，等一下要拼速度了。哇，没力了。第6水道，蝶式真的是蛮累的。对，靠到最后不容易啊。好，最后一棒，杰勇的对决。第4水道是 Exports 北大。速度好快，杰勇这边速度也很快，对，看起来应该是真的就追过去了。天勇培训这边最后一棒好像也很难了。差了1公尺。好，恭喜这边率先进入到终点的是 Exports 北大。第4水道成绩3分49秒17。那第6水道天勇培训则是3分50秒57。这个组别要报名其实不容易了，要凑起来，也要凑4个人，而且会仰式、会蝶式的，要找到这会仰式、会蝶式的小朋友比较难。对啊。像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很多，除了是学校之外，很多都是俱乐部出来练习，代表外面的很多俱乐部在练习的，很多人是有投入跟参与的。好。4队的选手都完成了比赛，那我们就恭喜 Exports。待会要来看到是9到10岁，啊，9到10岁的这个组别，4乘50公尺的我们的接力。啊，这个组别在第1组只有3队。好，第1棒的仰式出发。第4水道的西装 swing， 目前是占据领先。第3道是天勇培训，第5道是新竹后永训学校。如果在这个转播前面如果也可以离这边我们的比赛场馆不远的话，也可以来这边观战。这个气氛是非常刺激的。仰式其实真的也蛮吃水性的，对，所以看到这个第3道的小朋友，他的身体算是延伸的非常。好，抵达终点，现在第2棒蛙泳上来。
那下段我们就是可以。也很顺利的完成了蛙式第3棒的任务，现在可以进入到蝶式了。蝶式会游跟不会游其实也差很多。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哦。在追。哇，这速度很快。3位选手的对3位选手蝶泳，尤其是第3道的选手了哈，天泳培训的选手速度很好，维持下去，追上来了。在这个转播的地方，听到外面的尖叫声。哇，反追到了，追到了，最后一棒，最后的冲刺，转了1公尺的距离。哇，最后这一棒也很快，那看起来应该不会有意外，是第1名啊！也拉开了。从蝶泳开始啊，从这个蝶式开始，第3棒蝶式开始啊，反超了之后，哇，这个就回不去了。对，已经是完全拉开，没有悬念了啊！这场比赛，天泳培训真的是厉害，3分01秒。好，第4水道的新庄 swing 也抵达终点3分07秒的一个成绩。新竹 Hope 永训啊，3分12秒。3队都已经抵达终点。那接下来看到是第2组，一样是9到10岁的第2组。这个选手刚好逃照，滑掉了，看是不是有偷跑的这个嫌疑哈。第1棒仰式已经出发，在看起来还是在中间的水道，3、4、5这3道的选手就稍微快一点。这个9岁、10岁这个体格都很好，是这个是路上看起来，这手长脚长，哇，这个蛙是哇。今天3、4、5水道的3位选手很竞争啊，看他们这样子游，就觉得国家很有希望。很拼哦。这个已经拉开了，第3水道新生交融，蝶式蛙，还有蝶式自由式，还有打架，还有跟追。蝶式很重要，蝶式会游跟不会游其实差很多。好，这边已经先出发了。蝶式的速度也不错，但是看起来是被追上来了。有在追，啊，看起来追上来了。好，已经追过了。第4道大同国小在第3棒蝶式这边已经追过了，现在取得第1名。那第2名
好，是运博。好，现在最后的自由式捷勇要来冲线了。哇，这距离已经拉开了，第3道这边已经拉开了，那可能很难追。这个也是一个回不去的概念。大同国小现在在第3棒反超之后，在捷式反超之后，利用反超之后，现在最后的捷式也是一路维持领先，抵达终点，2分41秒的一个成绩，非常快。哦，他报名的那个秒数很准哎，哦，他报2分40秒，报得很准。其他水道的选手也即将要进入终点。哇，最快成绩了，2分41秒了。这是今年9到10岁组别4乘50公尺的冠军。接下来要来看到是11到12岁组别，那当然，还有一位选手还没有进到最后的终点。11到12岁组，这也是只有一组。第1棒的杨勇现在出发。第2棒出发，对，35到4位选手还蛮接近的，都有机会。第3道，这个真的不像是这个年纪，反应很快哦，对，技术非常好，他们技术的训练是非常不一样，用心栽培。第3道。龙安国小，又是好，接下来进入到第3棒，蝶式。不过第2名这边已经超过去了。第5水道，树林静友已经超过去了，现在是第2名的一个成绩。好，最后的第4棒，捷勇，有机会哦，还在追，有机会拼吗？看起来差了大概只有1个身位，还有25分。差不多了，因为摄影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是比较斜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龙安国小对第3水道，滑到水道什么？哇，结果真的第5水道这边先进来哦，树林静友这边先进来了，所以真的是追过去，真的追过去，厉害。
2分30秒的一个成绩。第5水道的树林静友，从第3棒的这个蝶式就开始去追了，所以他们的第3棒和第4棒都游得很快。前面奠定的基础，我们前2棒也是把这个速度把它奠定起来。第7道现在准备要来进入到终点。不简单。并到100到120岁，160岁，就是4个人加起来的年纪点。好，我们看完了13、14岁的组别，看完11、12岁的组别啊，现在13、14岁组这个组别是有3队了那另外是9、9岁级是有4、5、6、7、8道等于说是有5队来参加。我这个第一时间看到，我想说，哇，这年龄这么大吗？没有，这是4位选手加起来的年纪，不可以超过。所以如果说是4位选手加起来的话，当然在年龄上就可以做一些分配。现在第1棒结束了之后，第2棒上来蛙泳。目前排名第1是第4水道，第4水道是运博，9、9岁级。大概就是在20几岁的这个年龄层这边刚好他这蛙式也是非常快。哇，这个2旁的接应，这个完全已经拉开了，这个差距真的很大。摄影机的已经快要不够拉了啊！广角镜头要怎么办？再给最后的冲刺了，第4棒，这个就已经完全是没有压力，旁边已经没有对手。真的是很快，1分52秒。1分52秒，非常快的一个成绩了这是第4水道运博的9、9岁级。那在13、14岁级最快的也是运博的也是运博的队伍。2分01秒。下一个组别我们要来看到这个也是混合组这个从100岁级到160岁级。等于说就是20几岁到4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层。3组再合并在一起，100、120、160。
后面还有更高年龄层的，哇，这个就真的很佩服了。最高有来到240，那这代表就是大概就是60岁左右的这个年纪。其实大部分休闲组其实泳姿大概就是蛙式跟自由式、蝶式为主，仰式跟蝶泳的这个休闲人士是比较少。对，也没错。但是其实我们早上去运动中心看一下这些比较年长者我其实也是有很多厉害的狠角色那在去年的那个世界的飞轮赛也有80几岁的、70几岁的，有那种70几、80几的，那50公尺蝶式有25秒的。我就想说，这个主办单位会不会要求他们签什么切结书、免责声明对之类的？所以真的是游泳这个是全年龄的，14岁比奥运的有80几岁退休的还可以有20几秒的。地方这边要出发速度还蛮快的。第3水道现在进入到第2棒。第3水道是卡拉蒂竞泳队，120岁级，也就是平均年龄大概是在30岁左右。不过进入到第2棒的蛙泳之后，现在后面追上来了。第2水道追上来，第4水道现在是占保第1的位置。第3棒蝶式，也是真的比较累，而且差距蛮大的哦。不会叠的跟会叠的真的差很多哇！第1道也追上来了，而且我们看到第7道的这第3棒蝶泳好厉害哦，他光靠一个50公尺蝶泳之间扒过前面3个人，哇！直接这个镜头都快追不到了。对，第7道完全，第7水道完全是靠蝶泳追上来的。第7道还是160岁，没有需要检讨。其他年龄层的要检讨。哦，厉害厉害！那是第1名吗？是，就是哇！前面还差很多，但是从第3棒，就是从这个蝶泳开始，就直接前面反超了。先试水一下，先静脑一下。所以蝶式其实它是真的是难度很高的一个姿势。对，它这个真的是有练没练真的是立判高下。而且有到人家说100公尺，后面50公尺会累，但是蝶式你可能最后20公尺就感觉到累，对，会变成垂直游，到最后甚至那个手都可能离不开水面，一起倒下去。像王冠宏他这个专长200公尺的。好，所以现在应该是各组都进入到终点了。待会下一个组别要来看到应该是200岁组，200到240岁了240岁有2队是在第5水道的亚洲国际游泳协会跟第6水道的泳和晨泳会。那200岁组，200岁的组别一样这2队也都是有派队的那另外再加上第2水道的海燕早泳会。大概就是50-60岁的这个年纪，体格都维持得非常好，
第一棒的杨勇，中间我们看到双仰，对双手仰的这个动作。这个江老师，这是他去年在世界的分龄赛已经是世界第2快的仰泳选手。这个年纪的，这个年纪的级别，他是全世界第2快的。好，第2棒。蛙式的对决，看起来蛙式这边追过来了。第3水道，亚洲国际游泳协会的200岁的组别，现在站排第1。接下来就是关键了啊！前面的接力赛其实看到，对，蝶式通常都是关键。好，继续维持领先，而且差距应该是在拉开。好，最后的第4棒。哇，这个跳得飞起来了，在空中的滞留的那个时间，看起来领先的距离应该是蛮大的。没有再客气的。好，应该是没有悬念的。第3到200岁级的亚洲国际游泳协会率先的进入到终点，2分27秒这个成绩。现在是第5道2分35秒，第5水道。第5水道也是240岁级的亚洲国际游泳协会包办200岁跟240岁的冠军啊。不简单了哈，在这个年龄层要来完成这种4人的接力。那你来这里数吧，快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不行，从这里这个线比较清楚。不是，这里也很清楚，从小花，从那个斜斜的看就不清楚。没有，我是坐在底的那个人。我是这底的。哎呦，我是这底，我怎么看到？不要这样子。好，现在换女生了。接下来看到是女子组了，8岁以下，总共是有1组。好，那这一组当中有5队来参赛。第1棒的杨勇出发。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在中间这边是第4水道最快，第2水道其实差距也不大，也都还有机会。第4水道是舞动 Win， 好，那第2水道是新庄 Swing。它这个轮摆的频率很快。好，这个跳水哇，跳水不错啊。第2棒的蛙式，哇，这个真的是8岁呢，哇，真的是厉害啊，厉害厉害，动作也标准啊，效率很好，战斗力很强。第4水道的舞动Win，啊，第2棒的蛙泳现在还是持续的领先。
而且领先的幅度还蛮大的。那距离第2名的新庄Swing已经有蛮大的一个差距了哈。差不多10公尺的距离哦。第3棒这边是蝶泳。它是2次换1次啊。大部分我们蝶式的都用这样的节奏哈。你在爆发力的时候耗氧是非常高的。那当小朋友的身体状态还没有发展那么完备的时候，他换气的次数会多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哇，吴东威威现在已经是进入到最后1棒了。没有再客气的，领先很多，还是尽全力的冲刺。这场比赛已经是没有悬念了。其实4位选手速度都不错，前面的第1棒杨勇，第2棒的蛙式，第3棒杰勇，跟现在第3棒蝶式，对，第3棒蝶式跟最后的杰勇都非常快。好，啊，要按下去了，有。这应该是在2分57秒，哇，很不错哦，8水以下了。啊，现在看到应该是新庄 Swing 的选手啊，第2水道也进入终点。也游得很好哦。还有3组的选手正在努力。好，加油！第6水道的 Export 北大，好，那现在画面上看到应该是龙安国小，是第3道。好，完成了比赛。那看是不是还有第5道的选手进来？第5道的选手。通常比较小的小朋友哈，他们在学习自由式的时候，很容易换气的时候过度的翻转哈。所以我们建议让他们在学习换气的时候，左右边都要练习到。好，所以刚刚这边应该是8岁以下组别都结束。那现在是9到10岁的组别，总共是有7队来报名。这个冰棒这边就已经撞到了边绳了，再调整一下。但最害怕就是去撞到的话，你再调整，有可能就会游成一个 S 型。对，所以你在撞的时候，你在调整的时候不要一次调整太多。哦，像这个没调整就还蛮不错的。哦，稍微调整一下就恢复到轨道上。好，现在进入到第2棒。第2棒的蛙式，速度也不错，差不多5公尺，领先他们5公尺。
第4水道，树林敬勇在前面的比赛是拿到第1名啊，一路带头啊。现在来看到他们这个蝶式还是比较小只的，但是速度好像没有慢，还不错，没有慢哦，对。后面想办法要追，有在追，啊，感觉是速度是有上来的，不好追哦，这个。但是其实追的还蛮多的哦。对。哇，第3水道现在等于说速度是拼上来，缩短了距离。第3水道是龙安国小的选手，那最后一棒了，有没有机会来看看？哦，有机会吗？有拉近一点，但是还有20公尺，感觉好像是有点难哦。好，最后还是看到龙安国小率先抵达终点。应该是树林这边先抵达终点啊，树林2分38秒的一个时间。那第3道龙安国小2分42秒啊，等于说差了4秒钟了啊，差了4秒。好，后续我们看到2队也进入到终点。还有第1水道跟第7水道，也抵达，所以这是9到10岁的组别。好，第1名是第4水道的树林敬勇俱乐部，好，恭喜他们。接下来是11岁到12岁级别女子组。这个组别一样也是只有1组了哈，那是7队来参赛。像这种4乘50要凑队，其实就不太容易了。实力都差不多，这应该是非常精彩。这个组别报名成绩其实都大概在2分40到2分50秒左右。撞到了边绳，赶快调整一下。第3水道，龙安国小。第2水道这边也撞到边绳了，注意一下啊，调整的时候不要是调太多。目前领先的是第4水道的大同国小。撞到没关系，不要去拉到就好了。拉到是犯规了。好，第2棒的蛙式。后面还有啦。速度开始有一点慢下来，现在这个距离其实还不能放心啊。在第3棒下去了，蝶式的对决，蝶式，好，蝶式的对决。这个战斗力很强啊，企图心很强。对。第4水道跟第3水道，尤其是第3水道这边速度很快，龙安国小的
蝶式的选手，他到后段都还很有力。对，拼。好，最后一棒，第4棒，自由式。有在追哦，但是够吗？距离够吗？速度是还蛮快的，达到1公尺了，有机会哦！不要放，不要放，有机会追哦！看最后的一个冲刺，5公尺，好像还差一点，哇，真的差一点点，尽力了，尽力了，很拼啊，差一点点，37秒85，38秒22，差了大概是0.4秒左右。所以第1名就是由第4水道的大同国小这边拿下，第2名则是第3水道的龙安国小。这个竞争就很强了哦，2分30几秒，其实这都已经突破他们最佳这种报名成绩了啦。报名都大概是报2分40秒左右。下一组又是并组了哈。现在其实天色已经慢慢的暗下来了，所以场边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照明灯已经打开，这个灯可能就是或多或少会去影响到选手的一个状态一个发挥。有时候会有一些反光，差异应该不会太大了。这些都是一些有经验的选手。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13到14岁组别，以及99岁、100岁跟120岁之间并在一起比。报名的队伍数其实有时候不够但是没有办法还是让选手并组，必须要用并组的一个方式来去做比赛。一场比赛会看到这种不同年龄层的选手，姐姐跟妹妹一起比，这也是分龄赛它有趣的地方。那还有像刚刚我们看到很多S 级的就是身心障碍类型的选手，也会跟一般的普通组的选手在一起做比赛较劲。对。现在我们看到这3个水道3、4、5，非常的接近。应该是2、3、4水道了，2、3、4水道现在非常的接近。好，第3棒的蝶式，竞争还蛮激烈的哦，前2名。第3水道是运博第4道是飞鱼勇将。飞鱼勇将是99岁的组别。99岁的这个级别跟13、14岁这个很有拼哦。最后的自由式的对决。稍微拉开了，但这个就没办法，自由式100%火力全开的情况下，其实在水下有时候你被拉开会有一点绝望，真的就是我已经火力全开，还是没有办法追上去。2分18秒的成绩，哇，很快。第3水道的运博13、14岁拿到了第1名第4水道的飞鱼勇将也是游出了2分21秒的成绩，非常好了。后面陆陆续续选手也进入到终点。
第5水道100岁级大同国小，现在也进入终点。OK。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比赛，应该是最后的一场对决了哈。这是160岁、200岁跟240岁级别的压轴好，对4×50的接力哈，接力。好，也是有选手采取这种双手仰的一个动作哈，不过感觉好像。这个要练，有差距啊！要练哇！双手仰视哦，它有一段期间是没有动力的状态，所以那个反复的频率可能要再增快一点。而且这个动作其实我感觉还蛮可爱的，这个双手仰的动作。对，救生员训练的时候也会训练这一个。现在很快的，已经有队伍来到第2棒的蛙泳了。记得双手触球。好，现在我们看到蝶式第3棒的蝶式，加油！蝶式真的很难啊！拼到最后一项对了哦，他们前面都有一些比赛哦，都已经在尽力在冲了，还可以再接力，不容易。已经手有点抬不起来了，加油！蝶式游到真的没力的时候会很痛苦啊，就是感觉你每一次的用力都是在增加阻力。对，身体越垂直的时候，阻力会越大哦。所以反而你越没力的时候，记得把你的胸口、你的额头往下压，哦，反而会比较好游一点。大家都会没力是正常的。好，最后的第4棒自由式要来做冲刺。第5水道30秒09，率先的进入到终点。啊，这是永和陈永慧在200级啊200岁级的队伍。好，第4道也进来，3分30秒。第3道。2队160岁级的队伍也都进来了啊，3分38秒。那最后我们看到海燕招远会啊，也是进入到终点，240岁级也完成了他们的比赛。好，所以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今天的
所有的赛程都已经是画下了句点哈。那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选手都是非常的用心、非常的卖力啊。那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身心障碍的选手，那有一些是年龄可能已经蛮大的这些长辈啊，是学长学姐们啊，也都很认真的在参与这场比赛。所以我想这个如果观众朋友真的有兴趣的话明年的这个时间也可以来报名啊。那或者是说明天我们还是会继续进行比赛，没错。所以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来到青年公园的室外泳池一起来欣赏，感受一下。对，感受一下选手这种奋斗奋战的一个氛围。是。那今天这场比赛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同时也是谢谢詹教练带来的奖评。谢谢。那我们就明天早上再会喽。好，拜拜，拜拜，谢谢。